3天前，我求义指嫁给了一个战死沙场的人，成了一个寡妇。今天我来安堂给她上香，求她九泉之下保佑我一辈子安享富贵，坐收她的财富。子娟，是你吗？看来我的死鬼相公没显灵，财富没来，这豺狼倒是来了。公子，这是做什么？夜黑风高，美人在前，自是劫色。我可是侯府内眷，公子这么做，不怕有什么后果？牡丹花下死，做可以有风流。我以前一直以为美人如玉只在书中，现在方知就在眼前。夫人不想受伤，还是不要乱动好。我不动吗？我还想着一会儿行事的时候，我在上面动给公子看呢。夫人倒是敢说。我不仅敢说，更敢做。公子，要不要试试？我最喜欢要姿色有姿色，要胆色有胆色的女人。夫人也是投其所好，我们也算是情投意合，对不对？夫人在上。公子还挺小巧玲珑的嘛。我小，夫人可不小。好在夫人与我截然相反。夫人真是功夫了得，动得又美又妙。祝他吃饭噎死，喝水呛死，走路摔死，得花流病哭死。小姐，先梳洗一下吧。等一下，进来吧。都怪木三公子，他马上和小姐成亲了，却跟表姑娘私奔了，害得小姐落得如此境地。秦姑姑，你真的要娶宋晓吗？我心里中意的是你，我怎么可能娶宋晓那个没脑子又不懂情趣的？可是，好了，月儿若是信我，就随我一起离开，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在一起的决心。到时候，宋晓但凡要点脸，就该主动退亲。好，我跟景哥哥一起走。走。好了，你看那边。小姐，三公子跟表姑娘私奔了，怎么办啊？他若是变心，那我就改嫁喽。改嫁？你说，我若是嫁给穆修如何？穆修去世时膝下无子，穆景便过继他名下做了继子。我若是嫁给穆修成了寡妇，但不也成了穆景的娘？未婚夫出墙，我直接升辈分做他的娘，多好！走，去找太后赐婚去。太后懿旨：宋家长女宋晓重情重义，贤惠仁厚，特赐已故穆修为妻，择日完婚。
我觉得挺好的，特别是经过了昨天晚上，做寡妇的好处啊就更加明显了。被贼人夺了清白，如果相公还活着，必然会发现。但现在我的相公在棺材里，我出墙的事儿，他永远都不会知道。做寡妇多好啊！走，收拾一下，回侯府。是。少夫人，您回来了。府里都还好吗？回夫人，三公子还有柳月儿可能要回来了。我的好大儿也回来了，正好我有事想找他。宋晓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锦，锦什么锦？我的名字不是你该叫的。我不是早就告诉过你了吗？我是绝对不会娶你。你怎么这么厚颜无耻，没脸没皮？锦哥哥，你不要这么说表姐嘛，她会伤心啊。他这么没脸没皮的人，哪里懂得伤心啊？宋晓，你就这么想家，这么想男人？你如果急，就去找别人。我是绝对不会娶你。表姐，你也别怪锦哥哥说话难听。俗话说，强扭的瓜不甜。既然锦哥哥对你无意，你也不要强求，免得遭人耻笑。我嫁人这件事情就不劳烦好大儿和表妹费心了。我已经嫁人了。嫁过了？嫁给谁了？也没有谁，就是你爹。你说什么？你嫁给谁爹了？表姐，这种没脸没皮的笑话可是不能乱说的，会遭人耻笑的。这种事情我怎么可能会拿来开玩笑呢？我就是嫁给穆侯爷了。锦儿是穆侯爷的继子，那他是你爹，我就是你娘了。果儿这下有理了，以后见到我也得唤我一声娘亲。你放屁！谁要喊你娘啊？论辈分，所有人都会让你喊我一声娘亲，而且这可是太后赐的婚。锦儿不想叫我娘，是不想承认太后的赐婚吗？拿太后压我，你少给我狐假虎威！我只是据实相告，何来狐假虎威一说？来日表妹嫁给锦儿之后，那我们可就是婆媳了。咱们表姐妹变婆媳，真是好大的缘分呐！三公子，李姑娘，老夫人让你们赶紧过去一趟。我的好大儿，你和表妹啊，还是赶紧先去老夫人那儿吧。我给你爹上香也累了，我就先回去休息了。你确实挺累的，给死鬼相公戴绿帽，你真是个力气活呀。锦哥哥，你听到了吗？刚才宋晓喊你儿子。什么儿子？你骂谁呢？锦哥哥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……都是宋晓的诡计罢了。锦哥哥，你的意思是？他为了靠近我，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，连嫁给我小爹这种事都做出来，真是歹毒的很。可惜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，我是绝对不会让他待在侯府碍我们眼的。走，我们先去找祖母。小姐，你早上都没吃饭，想必定然饿了吧？奴婢这就去厨房给你端饭过来，记得多拿一些过来。好，奴婢这就去。真是狗嘴驴气，活产人渣！小姐，饭菜来了。来了。小姐，你慢点吃，别噎着了。慢不了，我都快饿死了。昨天忙活了一晚上，给死鬼相公忙活了一顶绿帽子，自己也差点累死。我这贤惠也是与众不同。小姐，您先吃着，我去厨房把鸡汤给您端来。
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大事不好了！你急什么呀？后面有狗在追你啊！奴婢刚刚去炖鸡汤的时候，听到人说，我侯爷可能还活着。你说什么？木秋还活着？对，我侯爷可能还活着，而且有人还亲眼见到过他。我昨晚出墙，他今天死而复生，等于是他出口，我要入口。小姐，如果侯爷真的还活着的话，那你的福气可都在后面了。对，我的福气啊，在后面。什么福气啊？那是死气。我本以为我跟木修也就是有名无实的夫妻关系，不曾想这哪里是夫妻关系，这是你死我活的关系。他活了，我就该死了。小姐，你怎么了？我没怎么，我就是太高兴了。高兴，晚饭再给撤了。小姐，你不吃了？不吃了。听到木修还活着，我高兴的吃不下了。不过，你真的确定木修还活着吗？奴婢只是路过的时候听了一耳朵，也不敢断言到底是不是真的呀。要不我们去找老夫人吧，老夫人她肯定知道啊。走，找老夫人去。老夫人，少夫人来了。既然来了，就进来吧。孙琦来给祖母请安，看到您正在礼佛，没敢打扰，刚才就没敢进来，没曾想还是惊扰了祖母。无碍，既然来了，就随我一起祷告吧。是。祖母，孙琦这次来是有话想与您说。何事啊？最近总是梦到侯爷，他似乎与我说了什么，孙琦都听得不太真切。孙琦觉得是不是侯爷在那边缺了什么东西，所以才会托梦给孙琦。要不我明天就准备点东西给他捎过去，您觉得如何？如果木修还活着，老夫人必然不愿意，毕竟烧纸给活人，等于是在诅咒他。修儿已经写信回来了，不日就将归家。只是这件事不好马上对宋晓说，免得惊着他。还是等修儿回来，给他一个惊喜吧。你若想烧，就去烧吧。不过等几日再去，这几天冷。等过几日修儿就回来了，自然呢也就没烧的必要了。好，孙琦听您的。太好了，让烧，那就说明木修活着的事儿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传谣。他死了，我就可以安稳的活着了，大喜大喜啊！求佛祖保佑我孙儿否极泰来。求佛祖保佑我与相公阴阳两隔，各自安好。虽然老夫人说过几日再给你烧，但是我还是觉得先给你烧点，免得你在那边不踏实。我给你烧点美人，再烧点你们男人喜欢的画本。等明日我再去买点金元宝，回来都烧给你。哎，让你在那边要啥就有啥，所以你可千万别急着回来呀，不要回来呀。
你保我人间富贵，我保你阴间财色兼得。我们这样才是最好的夫妻情分。哎呀，没事可千万不要回来啊！这回来也没什么好的呀。媳妇儿是出轨的，后辈是糟心的。这人间真的没什么值得你重新返回人间的呀。夫人，这是做什么？侯爷，你是侯爷？侯爷啊！回夫人，属下不是侯爷，而是府中侍卫。刚才经过夫人院子前面，看见里面有火光，属下担心会出事，就过来看看。原来是这样。是，属下就不打搅夫人歇息了，告退。白高兴一场。奴婢刚才看到那侍卫，还以为是侯爷回来呢。是啊，白高兴一场，虚惊一场，没把我吓死。哎呦，条姐还真是贤惠，这大晚上的还不忘给侯爷送美人。小妹过奖了，我呀不仅是对相公贤惠，更是对我儿景儿更加关心呢。哎呀，所以我打算等到景儿成亲之后，便为她多纳几房妾室，为她延续香火，更是为了帮穆家开枝散叶。素晓，你这是恐吓我？我可不是恐吓你，我是告诉你，我绝对会这么做。若是你今日与景儿成亲，那明日我便会为你找几个妹妹，同你一起伺候景儿，以彰显我一片慈母之心。你敢？表妹，你我有可能是婆媳关系，你这么跟我说话可是大不敬哦。宋晓，你不要得意，日后咱们等着瞧。我确实在等着，等着你跪下喊我婆母。我知道你是因为穆景抛弃你要娶我，对我心存恨意，要报复。不过我不在乎，我与穆景郎情妾意，自然不会与你一个寡妇计较。你不计较就好，那我便等着你和景儿一起给我跪下磕头敬茶。小姐，她太过分了。无妨，等日后我成了她的婆母，好好调教调教她。赶紧把那火盆撤了吧。小姐，你烧这些做什么呀？侯爷托梦给我，说他想要这些，我就烧了。小姐真是贤惠，不过这烧的是不是有点太多了呀？这么多女人，侯爷在那边能吃得消吗？少废话，赶紧把火盆撤了，我也去休息了。少夫人，请您随老奴去个地方。去哪里啊？府门口，老夫人也在那里。好。你看看，怎么还没来呀？桂嬷嬷，是有什么大人物要来吗？少夫人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祖母。景儿，这今日天冷，怎么没披件大氅啊？万一若是冻着了，为娘可是要担心的。宋晓，你少跟我来这套！你对我爱而不得，就想方设法膈应我，你可真够歹毒的。景儿，这不管过去如何，现在我们是名副其实的母子，你这样实在是有失体统，传出去了让人笑话。你少对我说教。为娘没有对你说教，你别在这儿给我为娘为娘的！我告诉你，想让我叫你母亲，做梦！哎呀，你们都闭嘴！老夫人，您看，来了来了！谁来了？这么大阵仗！
哎呀！不孝孙木秀，给祖母请罪。起来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侯爷，这是夫人。侯爷，不知道夫人能够不在意我曾是王人的身份，举着牌位嫁给我，这份情谊属实让人感动不已。为夫这厢有礼了，还望夫人放心，日后为夫绝不负于你。侯爷言重了，不负我，可却会埋了我。夫人这是怎么了？我知道侯爷回来了，我太高兴了，太高兴了。有这样的贤妻，心里万分欢喜。等你知道头上有顶绿帽的时候，就不欢喜了。老夫人，侯爷一路舟车劳顿，定是累了，咱们还是回屋再叙吧。对对对，秀儿，回屋。好，小小，你且回你屋里稍等一下，我和秀儿有些话要说。是。秀儿，回屋。你不要以为父亲回来，你就有好日子过。我告诉你，父亲回来，只能说明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这次让他说对了，我的好日子真的要到头了。太好了，侯爷回来了。这回呀，我们让那些嘲讽小姐、讽刺小姐的人看看，我们小姐才不是什么寡妇命呢。不是寡妇命，但短命。我的生命线瞧着也挺长的，不像是短命鬼啊。小姐，我们不能这样干坐着，我们得做点什么。做什么？去给自己挖个坑，先把自己埋了？小姐，我们为你梳妆吧，咱们这回好好打扮打扮，好让侯爷看看咱们的全美容貌，跟他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小姐，你看这两件，你喜欢哪一件？哪个都不想穿。这个时候，哪件瞧着都像是寿衣。小的给侯爷请安。阎王来了。侯爷，你我夫妻，不必多礼，坐。小姐，侯爷，你们先聊，我去厨房为你们盛饭菜。这个丫头倒是机灵。谢侯爷夸奖。侯爷这般看着我，我脸上可是有什么不对吗？祖母说，夫人是贤良淑德之人，但我却不敢苟同。什么意思啊？这么快就发现我是奸懒偿还、贪财又善于给他戴绿帽的人了？在我看来，夫人不仅贤良淑德，还才貌双全。侯爷，过奖了，妾身愧不敢当。刚才祖母跟我说，我既已回来，咱们夫妻又情投意合，她希望你今晚就能圆房，完成夫妻之间该有的礼数。要圆房？你我夫妻自然是要行房。侯爷说，侯爷说的对，可是侯爷刚刚回来，应该好好歇息歇息。这圆房不急于一时。夫人如此体谅，为夫甚是感动。但是
绝不能让夫人再受委屈了。之前成亲我就不在，让夫人受了许多委屈，以后再不能冷落了夫人。夫人放心，从今往后，为夫一定全力疼夫人。他还要全力？老田这是要玩我呀！父亲，父亲，父亲，您真的还活着？多年不见，锦儿长大了。是，孩儿长大了，马上就要成亲，娶的还是自己最心仪的女子。好，那为父要恭喜锦儿了。多谢父亲。不过有件事，孩儿思量许久，还是觉得不应该瞒着父亲，告知才行。何事？就是关于父亲身边这个女人。锦儿，不得无礼。这位是你母亲。什么母亲啊？父亲可不要被她给骗了。她之所以嫁给你，并非是心仪于你，而是别有居心，是出于报复。不可胡说！我没有胡说，我说的句句属实。更重要的是，宋晓她早就不是清白之身，根本配不上父亲。我已得了清白之身的事，难道木槿已经知道了？他是怎么知道的？现在该怎么办？你说她并非清白之身，此话何意？父亲应该知道，一个女子最重要的就是洁身自好、矜持善良。可是宋晓，她却不知廉耻，心思歹恶。木槿，注意你的言辞。我说的句句属实。父亲，你看，这是宋晓之前给我写的书信，里面写的都是一些见不得人的东西。还未出嫁就没脸没皮，勾搭男人的女人，就可以说她已经不是清白之身了。吓死！原来木槿说我不是清白之人，说的并不是我出墙，而是这封烂信。不过我怎么不记得给木槿写过信？更何况，她之所以嫁给父亲，也完全是出于对我的报复。所以，像这种心思歹恶的人，是绝对不能待在侯府。还请父亲马上休了他。侯爷，三公子说的对，我这样粗俗的女人，实在是配不上侯爷。还请侯爷休了我吧，赶紧休了我。为求对于我来说，等于是起死回生啊！还算是你有点自知之明。父亲，既然他都这么说了，你就赶紧把休书给他吧。莫叔，进来一下。侯爷，将木槿带下去，重则10大板，理由对母不敬、不孝。是。父亲，你糊涂了吗？我清楚得很。宋晓是我的妻子，你对她言语不敬，打你都是轻的。笑笑，你觉得为夫做的可对？侯爷，想必三公子应该也是无心的。这俗话说，打在儿身，痛在娘心。三公子若是挨了板子，我实在是痛心不已。宋晓，你少在这里猫哭耗子假慈悲！我告诉你，我不稀罕。住嘴！你对你母亲那样无礼，她还是为你求情替你说话。她是如此的宅厚善良，你身为人子，却这样诋毁母亲，简直是丧良心。侯爷，算了，三公子从未承认过我是他的母亲。从我嫁进府之今，他从未唤过一声，但你在他的心里，我不配让他叫我一声母亲吗？你既然如此，木槿，你先跪下，先给母亲行个礼。想让我叫她母亲，妄想！侯爷，还是算了吧，万事不可强求。夫人仁厚，但家有家规，此事不能就这么算了。木槿，
目无尊长，不能不罚。拖下去，重则15大板。来人！放下来，苏翔！我告诉你，你不用加好戏，我用不着你的同情。总有一天，我一定会揭穿你的真面目。父亲，偏袒宋晓，责罚儿子，实在是昏庸，昏庸！拖下去。你放心，有为夫在，绝不会让你受委屈。谢侯爷，我并不觉得委屈，我只担心您与锦儿之间生出嫌隙来。夫人如此贤德，是为夫莫大的福气啊！今晚与夫人行周公之礼一事，现在是满心欢喜，真心期待。不知夫人可与为夫一样？不一样，我可一点不期待也不盼望。夫人怎么了？可是哪里不舒服？没有，就是侯爷刚刚说圆房的事情，太害羞了，羞死人了。侯爷，您还好吧？虽然不怎么疼，但为夫却感受到了他想谋杀亲夫的那种气势。打是亲，骂是爱，说明夫人还是想中意你。行了，别嘴贫了，去看看宋晓现在干什么去了。是。侯爷，夫人出去后被老夫人带走了，现在正派人和夫人讲闺中之事，怕她有什么不懂的，坏了侯爷您的兴致。如此，我对今晚的洞房花烛是愈发期待了。夫妻闺房事是最正常不过的，少夫人不必觉得害羞。这上面的内容，少夫人好好学学，是很有必要的。就比如这个姿势，这个姿势是最容易怀上子嗣的，少夫人可要记得点。咱们侯府子嗣单薄，少夫人若是能早些为侯爷生下长子，老夫人和侯爷必然都很高兴。夫人，您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学了一肚子火，满脑子的黄回来了。夫人，侯爷在里面等您呢，您赶紧进去吧。少夫人这脸色不像是要入洞房，瞧着跟奔丧差不多。夫人，为夫已经准备好了，不知道夫人准备的如何？我其实啊，夫人什么都不用准备，一切交给为夫就好。完了，我不是闻蜜之声的事要被发现了吗？该给少夫人说的都说了，老奴相信，凭着少夫人的聪明伶俐，她肯定懂得此事的重要性。是啊，早日生下儿子，对侯府对他都是好事。老夫人，宋家来人了，他们知道侯爷回来的特别高兴，迫不及待的想见侯爷，这会儿已经朝侯爷的院子去了。少夫人和侯爷的洞房花烛夜，他们这个时候去，可能有点添乱的。走，过去看看。
亲家，这么晚了，你们怎么过来了？亲家祖母，这么晚过来实在是有些冒昧，只是听说侯爷回来了，我们实在是按耐不住心中的欢喜，只想着快点过来看看，所以就顾不得礼数了。失礼之处，还望老夫人莫怪罪才是。亲家，你言重了，你们能过来，我这心里挺高兴的了。只是今晚上是修儿和小小的新婚夜，所以实在是不便出来跟你们见礼。亲家，不如先去我的院里坐坐，等明日我让木修带着小小去宋家给您们请安。好，好，请。哎呀！哦，岳父岳母，初次见面，小婿失礼了。亲家，二姑娘，下人已经准备好了茶点，咱们先去我院里稍坐一下，可好？好，请。我们是不是丢人了？不丢人，床塌了，只能说明咱们夫妻感情好。你别开玩笑了。不是开玩笑，是夸赞。为夫很喜欢夫人在床上的那股生猛劲儿。猛虎出闸！夫人，这会儿是先去叫莫叔请个大夫来吧，给为夫瞧瞧。哦，好，我现在就去。请少夫人先照顾侯爷，属下这就去请大夫。小姐，你跟侯爷没事吧？还好啊。洞房失败，木修受伤了，我不是清白之身的秘密暂时保住了，就是这床未免太不结实，竟然经不起我蹦跶。少夫人，桂嬷嬷，刚才是怎么回事？我就是想按照嬷嬷教我的方法，在新婚之夜多努力一把，没成想不小心努力过头了。嬷嬷，我父母还在府里吗？他们还在跟老夫人说话，他们那边你不用担心。少夫人照顾好侯爷，有事儿叫下人去禀报老夫人。好。侯爷，这身体真好，真机灵，到底什么姿势，把床给干塌呀？侯爷，您得先解开腰带才行。那劳烦夫人先背个身，不想吓着夫人。哎呀，侯爷，您这伤的可是不轻啊！你的意思是残了，废了？娘呀，我真猛！没有，没到残的程度，就是要好好休养一阵子，暂时不能行夫妻之事。行，感谢老天爷，我又可以守寡了。让草民先给侯爷开点药，侯爷先调养调养。侯爷，那您先好好休息，我去送张大夫。张大夫，不知侯爷这个伤大概多久能好啊？短则3个月，长则半年。
赵夫人若是没有别的吩咐，草民就先行告退了。好。姐姐，妹妹还没走啊？父亲母亲已经走了，我心里挂牵姐姐，所以可以留下来陪姐姐几天。哦，那妹妹还真是有心啊。外人也许不知道，但是我可是相当清楚，宋家的心上人正是木修，留下陪我是家，别有居心才是真的。姐姐，你这刚嫁过来就害得侯爷受了伤，是不是你与侯爷八字相克呀？我与侯爷的八字，那可是太后专门找人看过的，是天作之合。可是妹妹却说我与侯爷八字相克，难道是对太后相看的结果有所质疑啊？这贱人竟然敢拿太后压我！我只是怕姐姐遭遇非议，姐姐怎么能这样歪曲我的心思啊？少夫人，侯爷说想您了，请您先回屋吧。好。才半日功夫，我侯爷就被宋萧这个贱人迷得五迷三道的，屁大点功夫就想他，宋萧根本不配得到这份宠爱，给我等着！多吃点。侯爷，多吃点儿，补补身体。姐姐怎么只顾着自己吃啊？怎么不给侯爷夹菜呢？食不言，寝不语。妹妹也是学过规矩的，怎么忘记这一点了？多谢宋二姑娘的关心，但我这人呢，不爱吃肉。我虽不喜欢吃肉，但是夫人家的肉特别的好吃。表妹，你不是说带了东西给少夫人吗？姐姐若是不提醒我的话，我都要忘记了。这里面都是姐姐写给三公子的信，在家里面放着，我就都给拿过来了。毕竟是姐姐的东西嘛。是给景哥哥的信吗？哎，夫人的字还真好看呀。祖母你看，是不是不错？小小确实写了一手好字啊。不是，木修他是不是有病啊？宋萧给木槿写信是不检点，他怎么还夸起来了？这是死而复生留下的后遗症吗？能娶到夫人这样才貌双全的女子，我真是好福气啊！表妹写给简哥哥的信，我可以看看吗？当然可以，事无不可对人言，表妹想看自然是可以的。只不过我倒是不记得什么时候给三公子写过信。姐姐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信都在这儿，我还能冤枉你不成？妹妹多虑了，我只是疑惑而已。你还是先看信吧。表姐，姐姐信里都跟三公子说什么了呀？若是不能言说的话，我们也是能理解的。我与三公子之间有什么是不好言说的？哼！怎么了？呀，夫人这是写给为夫的信啊。木修。只因感君一回顾，使我思君朝与暮。这怎么回事？我明明让子建把信都换成白纸，怎么现在反而变成了写给木修的情信呢？侯爷，属下已让人查了宋家的包袱，包袱里是写给三公子的书信，信里的内容都是些猛言浪语，并且署名还是少夫人。手下猜宋娇是想用这些书信挑拨侯爷与少夫人的关系，是吗？是。不过夫人已经派紫娟把这些书信换成了一些白纸。她倒很机灵。
啊？将白纸拿走，换成这个。是。唉，夫人对我情深意重，我是一直都知道的。怎么可能呢？这不是写给三公子？怎么会？宋二姑娘，这木槿也算是小小的儿子，就算是小小给他写信，也无可厚非啊。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？是，侯爷说的是。祖母，我和小小还要去给皇帝和太后请安，我先告退了。好，好，去吧。是。走。宋娇这个蠢货，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让他勾引宋晓和穆修，结果他拿了一封宋晓写给穆侯的信，最后挑拨不成，还让穆侯对宋晓愈发满意。景哥哥，你放心，你平白被打这件事绝对不会轻易就算了，我一定会给你出这口恶气。我现在倒是也不急了。怎的不急？我本还盼着宋乔将宋晓取而代之，现在看来，凭他的脑子是根本不可能的。就算是没有宋乔，宋晓这侯夫人的位置，怕是也难坐稳。景哥哥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不知道，太后一直希望父亲娶她娘家侄女沈如为妻，后来父亲身亡，太后方才息了心思。现在父亲活着回来了，他手里的兵权对太后、对沈氏都是一大助力。你等着看吧，我们什么都不用做，太后就会动手把宋晓赶出侯府。哎呦，侯爷，公公，穆侯爷，您总算是来了。皇上啊，可是等您好久了。微臣这就带内人去叩拜皇上。侯爷，皇上有政务要与您商议，侯夫人在，怕是多有不便呢。侯夫人倒是不如先去见太后，她老人家也在等着呢。行，那我就先去给太后娘娘请安。臣妇给太后娘娘请安，太后万福。起来吧。谢太后娘娘。穆侯平安归来，你心里一定十分欢喜吧？臣妇确实心存感激。其实现在想想，当初给你和穆修赐婚，终究是有些草率。本来穆侯与沈家大小姐沈如是情投意合的一对璧人，只可惜造化弄人呐。当时知道穆修阵亡的消息后，沈如是伤心欲绝，连终生不嫁这样的话都说出来了。而她也真是十分的执拗与痴情，以至于现在都17了，还未曾婚配。太后这是什么意思？是在示意我主动让位吗？小女当时知侯爷已不在，便并未想太多。这如今侯爷也已经回来了，与沈姑娘又是情投意合，这小女卡在中间实在是不妥，所以恳请太后准许小女与穆侯爷和离。你确定？是，我确定。这穆侯爷与沈姑娘都是重情重义之人，论情分，他俩才应该是天造地合的一对。既然你确定，那么哀家就同。皇上驾到！起来吧。来，皇上、穆侯爷，你们不是在忙政务吗？怎么得空到哀家这里来了？确实是在忙政，只是穆侯爷心里惦记着媳妇，坐立难安，朕便陪他一同来了。哎呦，真没想到穆侯爷居然是这么紧张媳妇儿的人呢。微臣示意，
让太后和皇上见笑了。若是方才小小有什么失礼的地方，微臣在这儿赔罪了。穆侯言重了，小小很好，只是他方才恳请哀家准许他与你和离。和离？夫人为何有此想法？是对为夫有什么不满吗？他哪里是对你有什么不满呀？只是他知道你曾与沈如两情相悦，想成全你而已。那些都是京中传言罢了。沈姑娘文采双绝，我对她只有钦佩，从未有过其他想法。是你误会了，以后切莫再说这些话了，免得误了沈姑娘的名节。穆修说的是，如果你的相公早就对沈家姑娘有意，早恳请朕赐婚了，何必等到今日？你说是吧，母后？皇上说的是。微臣这次前来，就是来向太后谢恩的。多谢太后赐给微臣这么好的一桩亲事。小小她乖巧、懂事、体贴，微臣很中意。你中意，那自然是再好不过了。是。小小她秀外慧中，重情重义，知书达理，冰清玉洁。要命，汗都给夸出来了，还冰清玉洁？冰清玉洁个屁！没想到夫人还有成人之美的想法。侯爷恕罪，当时是我一时糊涂了，想着侯爷若是和沈姑娘真心相爱的话，那自然是要成全的，可不能委屈了侯爷。唉，夫人为了不让我受委屈，竟然什么都愿意做。夫人如此情深意重，我心里甚是感动。你放心，这辈子我身边除了你，不会再有其他人。侯爷，不过往后这和离的话，可是不能再说了。好，你发誓？发誓。我宋晓，往后要再说和离的话，就让我一辈子都发不了财。一辈子发不了财，好歹毒一个男的，那我也就祝他一辈子不能人道。你3朝回门都没能回去，不如今日我陪你回趟岳丈家。来，老爷，你是长辈，不亲自迎也没关系。糊涂！论官职，穆修他可是我上峰，在他面前拿什么架子？哪里是迎接女婿，分明是迎接主子。哼！大爷大夫人，姑爷到了。岳父、岳母，贤婿这么忙，怎么还亲自过来呀？再忙，规矩不可失啊！孝敬岳父岳母是女婿该做的。好，那里边请吧，快！岳父，请喝茶。你也喝。不知道的还以为穆修是主，宋妍是客。我之前要嫁穆修的时候，他不还是气势汹汹，一口一个死鬼女婿吗？现在那股气势去哪儿了？难道活着的穆修比鬼还可怕？岳父在任上一切很顺利。这我要是说不顺利，穆修是不是要出手提拔我一把，帮我把官位往上走走？嗨，确实是有许多不如意之事，有心想多做点事儿吧，可是官职不够，他够不上啊。果然，官场上的人没有脸皮薄的，开口就是想升官。岳父有此心，是朝廷之福只是做太多事，小小定会心疼的。身为女婿，也不愿见岳父太过劳累了。所以岳父尽力就好，不要太过费心。
身体为重。好。老爷还以为木修是想提拔他，结果木修却是告诉他别妄想了，真是献丑。我听下人说，小的时候，遇事想找父亲，总是找不到，听着很是心疼，所以还是希望岳父清醒一些，这样小想见您的时候，随时都能见到。以后想父亲了，回来就能见到，高兴吗？高兴。父亲呢？高兴吗？高兴，自然是高兴。老爷、侯爷，我好久没有见小小了，想跟小小说一些贴己的话，你们看可以吗？侯爷您看，夫人做主，听夫人的。木修这嘴脸是惧内。那侯爷与父亲先说着话，我随母亲去给你们准备中饭。好。你现在也是出息了，得了木修的疼宠，日后可是享福了。这还是要多亏了母亲，当初给我看过，说我天生守寡的命，不然啊，我也不会嫁给木修。不过呢，现在看来，母亲看的一点不准嘛。早知道木修还能活着回来，打死我也不会同意宋晓这个妓女嫁过去。我很庆幸我看的不准。所以，看你现在富贵无忧，我心里也是由衷的替你高兴，是吗？当然，我们可是一家人，我自然心里盼着你处处都好。你日后呢，要多帮衬帮衬你妹妹。娇儿现在在侯府住着，你作为姐姐，也带她到处走动走动。不知道母亲想让我带妹妹去哪里走动？王爷、皇子、世子，不是跟侯府常有往来吗？你就带着娇儿去他们府邸多走走啊！小小，这一笔写不出2个宋字，你们姐妹就该相互帮衬着。娇儿若是嫁好了，对你也是好事啊！母亲说的是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多多帮妹妹。你先忙，我去我房间看看。小姐，戚夫人实在是太过分了。从前面可歹欺负小姐，现在小姐刚好了一点，便想借着小姐给二小姐寻一门高门亲事。她实在是想得美。她自然是希望宋娇嫁得好，只是可惜宋娇想嫁的却不是王爷世子，而是她现在的姐夫木修。我倒是盼着宋娇能如愿，她入院的话，我就刚好可以和你走人了。好在现在侯爷护着小姐，给小姐撑腰，他们再想欺负小姐，妄想。只怕到时候木修比柳氏更恼恨我。回来了。今天一切还顺利吗？顺利，只是我让小小先去歇息了，没来请安，请祖母见谅。不爱不爱，你懂得疼媳妇儿，祖母心里挺高兴的。来，快坐。好，您慢点。太后她今天没说什么吧？太后私有意让我休了宋晓，娶沈如与沈家联姻。沈家是她的娘家，又是二皇子的岳家。你若是与沈如成了亲，成了二皇子的连襟，在皇上眼里，你就等于和二皇子站在一队，这可不是好事。您说的是，皇上现在对到处拉拢群臣、野心勃勃的二皇子很是忌惮，其中利弊
你比我更加清楚。就算是不跟沈家联姻，你也要对宋晓好一些。只要夫妻和睦，太后她就没有理由让你和离。祖母放心，就算没有这些，我也不会同宋晓和离。真的中意他？对，毕竟在这满京城里，在洞房花烛夜能把床榻压塌的，他可是独一个呀。虽然很珍惜，你喜欢就好。时辰不早了，那我先回去歇歇了。好，您早些歇歇。小姐，哇，真美！侯爷看到，估计连路都走不动了。哎，小姐，你看，那是不是侯爷？啊，是侯爷！快帮我弄弄头发和衣服。哦，好。侯爷！侯爷有鬼！侯爷，你先走，属下听候。侯爷，女鬼哪里去？莫护卫，你这是干什么？竟是宋二姑娘，请恕属下眼盲，刚才还以为是哪儿飘来的女鬼呢。都有冒犯，还请宋二姑娘海涵。莫护卫，严重了。多谢宋二姑娘不怪。不过宋二姑娘，这么晚了不在屋内休息，穿成这样，在这里做什么？我晚上睡不着，四处走走，散散步。是吗？那宋二姑娘你继续散步，属下就先行告退了。哎呦，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哪来的女鬼，吃我一脚！宋娇现在什么情况？属下回来的时候，她又挨了一脚，想来以后都不敢大晚上在外面飘了。侯爷，您沐浴吧，属下给您备水。好。别怕，我会轻一点。又梦到了那个夺我清白的男人了，可惜当时没看到脸，只凭着腰上的一道疤，这可怎么找？侯爷，水好了，可以沐浴了。木叔，你说如果宋晓知道我就是夺他清白的那个人，他会如何？谁能想到当初侯爷碰到那个人，竟然这么巧就是夫人。不过夫人理当庆祝又高兴，不然换做另外一个男人，莫说侯夫人的位置，就连性命能不能保住都是两说。其实我也是这么想，但是经过这阵子的接触，我可以确定他的反应绝对不是庆幸和高兴。侯爷为何这么说？这阵子我发现他总在看关于律法的一些书，比如把人皮剥了做成人质会不会判刑，以及做这些极刑时需要准备的东西。他表面看着柔顺乖巧，实则是披着羊皮的狼啊。不过他一个黄花大闺女被夺了清白，第一反应不是恐慌失措，而是记住这个人的特征，想着把他做成人质，哼，也是有趣的很。侯爷这笑的怎么瞧着骚里骚气的，就跟那春天的猫一样。侯爷，你还是要小心夫人一些。小心什么？小心那个侯爷，色字头上一把刀。
去！小姐，奴婢刚刚去打水的时候，听到有人说二小姐身体不舒服，病了？不清楚。谁病了？侯爷，侯爷，好像是宋娇，听说她身体不适，应该是病了。既如此，赶紧把宋二姑娘送回宋家吧。送回去？这宋二姑娘来侯府才没2天就病了，由此可见，她跟咱们侯府八字不太合。为避免咱家的气运冲撞了她，惹得她病情加重，还是赶紧把她送回去的好。夫人意下如何？我以为侯爷说得好，侯爷说得对，侯爷说得真棒。夫人真会夸，夸得为夫这心里心跳都不稳了。侯爷过奖了。小姐，一定是宋晓对侯爷吹了耳边风，才让侯爷这么迫不及待的让你走。你真这样以为的？奴婢还可以肯定，宋晓他这么做就是怕你抢了他侯夫人的位置，所以才处心积虑的让你走。这就怕了吗？翠儿，你去收拾东西，咱们回宋家。小姐，咱们真就这么走了？来日方长，你不急于这一时。迟早要那个宋萧好看。小姐，侯爷去上朝了，二姑娘跟翠儿刚刚也离开了。他这次倒是走的挺爽利的，侯爷都亲自赶人了，他自然是没有留下来的道理了。哎，对了，这是刚刚周管家给我的信，叫我交给你。给我的？谁会给我写信？侯夫人，上个月您来安堂上香，我看到一个男人潜入你屋，若是侯夫人方便，请来安堂一趟，我有东西给你。小姐，你怎么了？我要去安堂一趟。侯夫人，是我让人给你递的信儿。敢问小师傅，你可看清那人的长相了？当时天太黑，我没看清他的模样，只是隐约看到个子挺高的。不过我捡到了这个。多谢小师傅。阿弥陀佛，也请侯夫人放心，这事儿我会守口如瓶，不会乱说的。多谢小师傅。那日那个男人离开后，我在屋内捡到半块玉佩，加上这一块，现在玉佩完整了，拿着这玉佩到玉器店，说不定就能找到玉佩的主人。子娟，去17楼。是。掌柜的，您见多识广，还请您看看这玉佩，你可曾见过？哎，知道，这块玉佩的图案是我雕的，当初足足雕了1个多月，还是我雕的最久的一块。纵然已经过去好几年了，我还是记忆深刻呀。太可惜了，这么贵重又精致的东西，怎么就摔碎了呢？那你还记得是谁把它买走了吗？自然记得。谁啊？这块玉佩的主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宋家公子宋义的，也就是夫人你的同胞大哥。这怎么可能？这样的玉佩掌柜的确实只雕过一个，不过我好像见别家玉器店也做过一样的。侯爷，少夫人刚派人过来传信儿，说宋二姑娘身体不适，她心里挂牵。从安堂回来后，她先回宋家一趟，然后再回来。知道了。
侯爷，少夫人跟宋二姑娘关系可没那么好，她回去是不是有什么猫腻啊？吩咐侍卫暗中盯着宋晓的一举一动，若有异常，即刻来报。是。哎呀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木修呢？他回来了吗？他没来，就我回来了。哎，有个位高权重又看我不顺眼的女婿，没沾光就生气。父亲，哎，女儿啊，好生羡慕您。你羡慕我什么呀？羡慕我摊上木修这个女婿，忍气吞声的本领突飞猛进吗？我能羡慕什么呀？自然是羡慕父亲有我这么好的女儿，给你找了一个穆侯爷这么好的女婿。你少跟我扯这些，你说吧，回来干什么？劳烦父亲给看看，这个玉佩是大哥的。是。什么叫是啊？大哥可是父亲的嫡长子，他的贴身玉佩，难道您不认识？还是说把您的眼睛给扒大点儿，仔细给看看清楚？哎呀，是，他就是你哥的。你发誓，你说的每句话都是真话？发个屁誓！这玉都长得差不多，我咋知道是不是？看个玉佩给发个屁的誓！你要是不信，你就写信去边境问问你哥。不过你哥边境事务繁忙，也没空搭理你。是啊，我哥在千里之外的边境，又怎么会同时出现在安堂呢？一定是哪里搞错了。行吧，那您先忙吧，我先走了。赶紧走！你每次回来就知道气我。姐姐，你已经嫁人了，这样随意回娘家，怕是不太好吧？妹妹说的对。宋萧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不要以为嫁到侯府当夫人就可以任意妄为了。如果是，那你也太狂妄可笑了吧？怎么，我说错了？妹妹自然是说错了，所以大小姐，你未免也太蛮横了，竟然无缘无故的对二小姐动手，简直是欺人太甚。紫娟，掌他的嘴。宋萧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脑子是不是被驴给踢了？紫娟啊，你去侯府一趟，就说让侯爷来这里接我。还请穆侯爷，你们是还嫌不够丢人吗？父亲，我只是好心提醒姐姐，她这样总是回娘家，怕侯府的人不满呢。可谁曾想，姐姐却不知好歹，还下手打我呢。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好说的？那这可太多了。是说5岁那年宋娇把我推下水的事情呢？还是我6岁那年，我那好继母因为伤心过度，把我忘在我娘坟前的事啊？还是说……好了，闭嘴吧你！不，你让我说的吗？我是让你说这些了吗？行，不说这些，那说点别的。让我的好继母和妹妹给我赔个不是吧？让我给你赔不是？做梦！我做梦？啊，那试试看吧。听说妹妹最近正在与京城富家议亲，对吧？你说如果我把这些年宋娇以娶我为乐，和这些年对我做过的事情都告诉富家，结果会如何？宋娇，你在这胡说八道些什么呢？我什么时候欺负你了？没有吗？那既然妹妹说没有的话，那我可得让侯爷和富家一起查一下，得仔细的查一下，免得让妹妹觉得我污蔑了她，冤枉了她。宋晓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非要搞得家宅不宁，你才高兴吗？这些年我那继母与宋娇亲于我的时候，父亲倒没有觉得是他们搅得家宅不安呢，到现在却要求我家和万事兴了。所以呢，你现在想要报仇了是吗？
如果是呢？你敢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以我现在的身份和侯爷对我的宠爱，如果我让侯爷好好查一下他们欺辱我的证据，你说这结果会如何？父亲，你教妻不严，教女无方，要是传出去了，对你的仕途会有什么影响？宋晓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威胁父亲！你闭嘴！给姐姐道歉。父亲，我说的话你没听到吗？我不要给他赔不是，妄想！哎呀呀，您看看您教出来的好女儿，被你教得如此乖巧懂事，如此听话了。宋晓，你够了！我不够。既然妹妹不愿意赔不是的话，那就由父亲来吧。我来？你什么意思？你是想让我给你道歉吗？我怎么敢让父亲给我赔不是？只是不知道父亲会不会害怕我回去在路上告状。你在威胁我？女儿自然是不敢威胁父亲的，不过为了父亲的仕途顺利，为了我的心情畅快，俗话说嘛，破财消灾，父亲应该是听过的吧。父亲倒是挺大方，也许呢，我应该拿着银子直接远走高飞，也免得提心吊胆的活着。小姐，是穆三公子。我儿，你怎么来了？素晓，我警告你，你要是再敢这么叫我，小心你的狗命！我儿，你为何要这样说？素晓，你少给我装糊涂！你不要以为我那便宜父亲回来，你有了靠山，就可以肆无忌惮的恶心我、作践我。我告诉你，无论什么时候，我都是穆家的子孙。就算是我把你弄死，穆家也会维护我到底。穆家的名声可比你的性命重要多了。多谢我儿提醒，为娘呢记下来。也许我可以借着穆景与穆修和离。母亲让我接你回侯府，快走！哼，让我来接宋晓，对外彰显母慈子孝，真是多余。哼，我跟宋晓这辈子也不可能母慈子孝。母亲，我特意让简儿去接宋晓回来，这样他们母子相处和谐，堂堂正正。我看日后啊，谁还敢说闲话？你有心了，这都是儿媳应该做的，当不得母亲如此夸奖。坐吧。老夫人，老夫人，老夫人，什么事儿啊？急乱慌张的。三公子他。三公子穆锦怎么了？三公子他当街把宋晓给非礼了。啊？你说什么？啊！穆锦把宋晓当街非礼了？哎呀，你在说什么混账话？你是不是疯了？这种要命的话，我哪敢胡乱说？难道这是真的？哎呀，这怎么可能？老爷，不瞒您说，我听到下人禀报的时候，也以为自己耳朵出毛病了，可惜不是。出去给您采买笔墨的旺财亲眼看到的，说穆锦在马车内强势去解宋晓的衣服，当时街头很多人都看到了。老爷，你别激动，别激动啊！我能不激动吗？她先开始要嫁给那个死人，现在又跟他的继子，哎呀，我真是教女有方，教女有方啊！这个宋晓，他得让我名留青史了。他人在哪儿呢？他人现在在哪儿呢？听说他受了惊吓，这会儿人在医馆呢。
他受惊吓，他再受惊吓，有我惊的厉害吗？去，马上把他找来，赶紧的！是，我这就去啊！哎呀，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？怎么摊上这么好的一个女儿呀？你说的是真的？千真万确。奴婢去找夫人的时候，在书房外亲耳听到的。木槿非礼了宋晓，小姐，这下我们可有好戏看了。这可太有意思了，太有意思了！小姐说的对，这事儿就算是木槿先破了规矩，碰了宋晓，可那又如何呢？当街与自己的继子产生了些肢体接触，小姐，这传出去可是一件天大的丑事。没错，说的没错。经此一事，宋萧这侯府夫人的位置是绝对保不住的。今天可真是天大的好日子啊！哎，对了，派人去府门口盯着，宋萧一旦回府，立马禀报。小姐放心，奴婢已经安排丫头过去了。做得好！姐姐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，我一定要好好安慰安慰她才好。二姑娘，大姑娘回府了，还有侯府的人也来了。老夫人，宋大人，这气氛真是相当的盛行。要记得，侯爷还是牌位时与宋大小姐定亲的日子，气氛也是如此，不像是定亲，像是奔丧。小小现在怎么样？还好吗？我能去看看小小吗？当然，老夫人请。好，小小，你别担心，你父亲一定会将这件事查清楚，为你主持公道的。不过你一定要如实的说，为什么木槿突然对你动手啊？这还用说吗？这一个巴掌啊，拍不响，肯定是姐姐呀，什么地方惹得木桑公子误会了，那木桑公子啊才会扒了姐姐的衣服呢。江儿，闭嘴！我说的是事实，我想这京城普通的百姓也必然是这样想的吧。江儿，不可胡言。夫人，穆老夫人还有老爷来了，恭喜姐姐呀！姐姐啊，已经名动京城了呢。侯老夫人，小小，这次的事儿让你受委屈了，你放心，我一定给你做主。老夫人，我知道三公子也不是有意为之，他定是突发了什么暴病，又或者是被什么人给算计了。难为你这个时候还为他说话。我是相信景儿的为人，他到底也是公然的当街扯了我的衣服，这落在世人眼里也是有悖了伦理，所以为侯府，为宋家，也是为了我自己，我自愿合理，还请老夫人成全。这个，老爷，侯爷来了。木修来了。一定是来与宋萧和离的，毕竟这种丑事，世上没任何一个男人能接受得了。那些流言蜚语，足以让人颜面尽失。木修这样注重颜面的人，自然是不能容忍的。侯爷，侯爷，我给你抹黑了，是我对不住你，请侯爷能与我和离，这样对咱俩都好。怎么是你对不住为父呢？明明是为父对不住你。你为何这样说呢？没能保护好自己的夫人，是为父无能。要赔礼，也应该是我向你赔礼道歉。夫人放心，我与侯府绝对不会让你担下所有，我会处理好所有的事情，绝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。侯爷，
你安心养病，今日我去处理好所有的事情，明日来接你回府。父亲母亲，我去送穆侯爷。侯爷，侯爷，请等一下。侯爷，有句话不知道讲不当讲。既然觉得不能讲，那就不要讲。话是这么说，可是为了姐姐，我还是要说一句。侯爷，刚刚姐姐说和离，不是随口说说，是真的想和离。哦，是吗？是真的。侯爷，你或许不知道，姐姐在侯府，每日面对你和穆三公子，心里本就十分别扭，再加上闲言碎语不断，她心里十分痛苦，每天过得都很不开心。侯爷若是真的疼姐姐的话，那就答应她的请求，与她和离吧。宋二姑娘这番话，真的是出于关心小小吗？那是自然。可在我看来，你这分明是在幸灾乐祸，盼着她和离，盼着她孤苦无依。侯爷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本侯为何这样说？你心里没点数吗？这些年你是怎么对待小小这个姐姐的？需要我一一查探出来，公诸于世吗？哼，莫叔，将宋二姑娘这番话如实的禀报给宋大人。子不教，父之过。宋二姑娘心思如此歹毒，她作为父亲难辞其咎。另外告诉她，如果连妻女都教不好，本侯对她的为官能力颇为担忧。是。父兄他是不是有病啊？小姐快别生气，在奴婢看来，穆侯爷他大抵是喜好异常，他就喜欢不正经的女人。老夫人，这事绝对有猫腻。穆三公子他就算再混，也绝对做不出这种事儿来。是啊，穆姐是没脑子，但还不至于蠢到这种地步。是啊。不过，不管真相到底是什么，这次我们也只能保宋晓。老夫人，您的意思是？宋晓在穆修还是牌位的时候嫁给他，重情重义。我们如果在宋晓和穆姐惹出非议的时候不保他，那就显得我们侯府过于薄情寡义了。老夫人说的是，侯爷一定也是这个态度，所以在宋家才会果断拒绝少夫人合理的提议呀。唉，就是不知道穆修打算怎么处置穆姐。侯爷，奴把三公子给您带来了。你是不是想问我跟宋晓的事？我告诉你，我没做。我从来都看不上宋晓那个贱女人，更不会当街去非礼她。她不要脸，我还要。你要不要脸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，现在需要一个说法，堵住世人的嘴。那还不简单？你直接把她休了不就得了？这样就没人再胡说了。是吗？可惜啊，这只是你的想法。父亲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，我已经让人把你东西收拾好了，少时就把你送出京城去。我不走，凭什么是我走？要走也该是宋晓走。你要是现在就走，3个月之后我就把你接回来。你要是让我强行把你送走，再回来就是3年之后了。你自己思量一下。父亲，你这是威胁我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不怕。来人！属下在。把他敲晕，拖出去。你们敢？穆修，你竟然为了宋晓那个蠢女人，要抛弃你的儿子，你简直就是昏庸！昏庸！侄儿罢了，我既然已经回来了，这过继之事就此作罢。是，奴这就去安排。还有，派些得力的人手去宋家守着，少夫人有什么风吹草动，立刻来禀报。是。让开！给我让开！我要见穆修，你们谁敢拦？穆修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想送锦儿离开京城，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。
穆修，你要知道，锦儿才是和你一个姓的自家人，她是你死后要为你摔盆的孝子贤孙呢。你当真要为了一个心思歹毒的女人舍弃自己的儿子吗？你简直是糊涂透顶！儿子，堂嫂，我刚才已经安排人通知宗族，过继之事就此作罢。什么？侯爷，此事暂且不提。就说宋晓，他心机重得很，这件事八成就是他搞出来的，目的就是借你的手把穆景赶出家门，报复曾经被穆景抛弃的事。没错，肯定就是这样的。穆修，你可千万别犯糊涂啊！你这样亲疏不分，老夫人知道了，她也不会高兴的。难道你忍心让老夫人这么大年纪还要伤心费神吗？堂嫂，还是先看看这个吧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这些年你往娘家送的银钱的统计，还有你娘家兄弟贪污受贿、杀人越货的一些罪证。你说，我要是把这些都呈上去，这全家是该被罢官呢，还是该被发配呢？穆修，你威胁我！堂嫂做个选择吧，是保全穆景，还是全家？侯爷，你真的要为了宋晓一个女人为难自家人吗？柳姑娘也想让本侯把你和你柳家那些见不得人的事都查一遍吗？穆修，你好狠的心！知道本侯是狠心之人，就不要做些违逆本侯的事。好，穆修，你不要后悔。伯母，现在怎么办？现在我还能怎么办？如果穆修把这些东西交出去，那我娘家就全完了。眼下，我就算是再不愿意，也只能让景儿先吃这个委屈了。伯母，现在这些证据不是已经在你手上了吗？穆侯爷还拿什么来为难全家？蠢货！这些所谓的证据，你以为穆修手里就只有这一份吗？他已经掌握了事实，这些文字性的证据，还不是他想搞多少就有多少。之前我以为宋晓不聪明，现在看来你比他还蠢。伯母教训的事，是我想的浅薄了，我也就是关心则乱，太过担心景哥哥。哎，若是你有这个心，倒不如明日你去求求宋晓。现在也只有宋晓可以劝穆修收回成命啊，毕竟他现在可是穆修的心尖儿啊。好，我明日就去找宋晓。这么晚不睡，来找我何事啊？父亲，我想去安堂住一阵子，麻烦您派人送我过去。你要去安堂住一阵子？为什么？这一次的事情，不管事实是什么，我都给宋家给父亲丢脸了。这去安堂，除了自身反省之外，也是希望给父亲挽回些颜面。他今日怎么了？竟如此孝顺。不过趁着天黑把他送走是个好办法，省得他光天化日出来丢人。去收拾东西，一会儿我派人送你去安堂。好，我这就回去收拾东西。小姐，咱们真的要去安堂吗？安堂小住那是不可能的，我只是想打着幌子借此逃离京城而已。既然不能省力的和离，那么先离开京城，找个地方藏起来，等到失踪个1年半载，我与穆修自然也就作罢了。如果可以，我也不想走这一步，毕竟外面的世界也不是那么好闯荡的。但比起江湖凶险，被穆修发现我不是完璧之身的事才是最可怕的。还是逃吧。我在这盯着，你去禀告侯爷。好。侯爷，少夫人已经收拾好了，正要启程去安堂。侯爷，少夫人这是准备逃跑啊！侯爷，再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少夫人为了掩盖自己不是完璧之身之事，为了和离，
当街撕扯三公子的事情都做得出来，这以后还不一定闹出什么幺蛾子来呢。侯爷，咱还是想想办法吧。想让他乖乖回来，也不是没有办法。把这个给周全，让他带给夫人。是。少夫人，少夫人，侯爷有一件紧要的东西丢了一半，让老奴过来问问夫人，你见了没有？什么东西啊？侯爷有这样一块玉佩，敢问夫人可曾见过？啊！请问，侯爷这块玉佩是在哪儿丢的？在安堂。他什么时候去过安堂？上个月18。上个月18，正是我在安堂清白被夺的日子，所以夺我清白的人是穆修。您先请回吧，你让我好好想想，说不定这块玉佩我确实见过。那老奴就不打搅夫人了，老奴先行告退。子娟，回府，这安堂我们不去了。穆修这个流氓在京城享福，我跑去安堂受罪，万万没这个道理。接下来我要想想怎么出这口恶气。对了，吩咐厨房多准备几份饭菜，我要好好吃一顿。吃饱了，方才和豺狼虎豹对抗。哼！安堂的事儿，你向宋晓主动坦白了？不坦白不行啊！我没想到宋一也有一块相似的玉佩，我再不坦白，搞不好宋晓以为他跟宋一有什么呢。你也是活该。祖母教训的是，只是当时我也是迫于无奈。那个细作给我下的媚药太猛了，除了女人无药可解。只是当时我不知道宋晓就是我的夫人，要不然也不会有这么多后续的麻烦。就算知道又如何？你当时还能向他坦白身份？你可别忘了，你当时在他心里还是个死人。你突然现身告诉他你还活着，这种鬼话比对他耍流氓都可怕。是，当时我坠落悬崖，昏迷不醒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京城都传我已战死。当时为了迷惑敌军，我只能将计就计，直到边境取胜，才能现身回京。唉，那几年你也受了不少罪，也不容易。过去的都过去了，眼下最关键的还是宋晓。我明日寿辰，他应该会回来，所以明日少请一些人过来，免得宋晓闹起来，你出丑。虽然也是这么想的，只是他再怎么恼火，应该也不至于当众对我动手吧？万一他真的动手了呢？哎呀，那我是哭给他看，还是直接跑啊？你不是要去安堂吗？怎么没去啊？因为我昨晚做了个梦，梦里佛祖托梦给我，说我这样六根不净的人去安堂是对佛主的不敬，所以我就没去了。你呀，现在把我当傻子一样在糊弄啊！父亲，您就这么不相信女儿吗？你哪一点值得我信任？父亲，您这么说，可是会破坏我们父女俩的感情的。如果不是因为有辱斯文，我真想呸他。今天呢，是穆老夫人的生辰，一会儿我们一起去侯府，去给她老人家贺寿吧。你也要回去？我不应该回去吗？你刚跟穆锦惹出那样的事来，现在回去不是招人闲话吗？我不回去就不会被人说闲话了吗？父亲，清者自清，我山中不怕影子斜。我赔！你真是有辱斯文！哎呀，闭嘴吧你！子娟，给我梳妆打扮吧。
侯爷怎么在这里？自然是在这里恭迎夫人。臭流氓，在这里装什么大尾巴狼？夫君还真是有心了。都不叫侯爷了，敢叫夫君了，跟我宣战，都是为夫应该做的。客人都到齐了，我带你见见。宋大人，宋夫人，侯爷见着少夫人太高兴了，一时失了礼数，还望二位莫要怪罪。周管家，你言重了。看到侯爷眼里啊，满满都是小小，我这当父亲的心里边高兴啊。宋大人，宋夫人，老奴带二位过去。好，请。老夫人好，好。这位便是姨祖母，这是表弟齐轩和他的夫人傅仪。修儿真是有福气，小小多乖巧呀，小小的脸皮可是有点薄了，这可是不行。脸皮薄，但指甲硬。安堂的那一晚上，我流的血可是比宋晓流的更多。宋晓放在我后背的手哪里是手啊，分明是两个铁钩子，试图要挠死我，给他自个儿报仇。来，坐，大家都坐吧。请。来，夫君，我为你添酒水吧。劳烦夫人。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。一个以夫为天、毫无主见的卑微女人。相公，这个味道真好。好吃就多吃点。来。齐公子与少夫人还真是伉俪情深呢。让老夫人见笑了。说句不知羞的话，我家相公确实是温柔体贴，善解人意。侯爷对少夫人也是疼爱有加，无论什么时候都护着，属实让人羡慕得很。我自己的夫人，我护着她是我该做的。衣冠禽兽，装的还真好，不就是相互恶心吗？我也会。能嫁给侯爷也是我平生最大的福气。修儿，你怎么了？可是哪里不舒服吗？没有。真的没有吗？可我看你的脸色好像不太好啊。只是有点热，并无不适。夫人这是何意啊？之前大夫不是说夫君伤了身体，多刺激一下对身体好吗？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夫君您的身体。夫人真是有心了，我好感动啊！妾身应该做的。木修和小小这小两口的感情可真好。是啊。侯爷他这是被拿了要害吗？还是在众目睽睽之下？松手！松手？是吗？还记得在安堂的时候，我对侯爷讲过相同的话，当时侯爷是怎么做的呢？我是怎么做的？不但没松手，还下手了。夫人是要报复为夫吗？怎么能说是报复呢？未免有损咱们夫妻感情。我只不过是夫唱妇随，我也是在跟随夫君的行事作风啊。宋大人、宋夫人，今日怎么没见宋二姑娘过来？娇儿身体不适，怕过了病气给老夫人，所以没能来给老夫人祝寿。原来是这样，真是太可惜了。许久没见娇儿妹妹，我这心里呀惦记得很，本以为今天能见着，
劳齐少夫人惦记，等娇儿好了，我让她上门拜访。老夫人，宋二小姐来了，在外求见。晚辈见过老夫人，祝老夫人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二姑娘无需多礼，快快请起。娇儿，你不是身体不适，怎么还来呀？是姐姐，姐姐说，今日是老夫人的寿宴，无论如何都要来，不然就是不懂礼数。宋二姑娘怕不是记错了吧？我怎么记得明明是我夫人说你身体不适，让你在府中好好歇息，还让我请太医去府上给你看病，怎么从宋二姑娘嘴里说出来有点不一样了？侯爷这是什么意思？是在觉得我说谎吗？这人在病重的时候呢，确实是会胡说八道。侯爷这样说的话，不觉得没有礼数吗？娇儿，闭嘴！父亲默契，要不还是让侯爷找个大夫过来，再给妹妹探探脉。看妹妹的脸色，我实在担心啊。找个大夫来，我要让那宋娇探出喜脉来。少夫人她真是那不叫的狗，真凶。我叔，去请个大夫，给二姑娘探探脉。是，属下这就去。宋娇一个还未出阁的女儿家，如果被探出喜脉，那……哎，二少夫人与娇儿妹妹真是姐妹情深，看着真让人感动。不过，像娇儿妹妹这么纯善又讨人喜欢的人儿，若还被人刻薄了去，那岂不是丧尽天良啊？齐少夫人说的是。齐少夫人这是什么意思？是在指桑骂槐挤兑小姐没错吧？来来来，先喝个参鸡汤，这是我家厨娘的拿手菜。来来来，请。老夫人、侯爷，张大夫来了。老夫人，侯爷，那劳烦张大夫给二姑娘探探脉吧。是。张大夫，敢问我家二妹妹身体可好？这个，老夫人、侯爷，九王爷带着郡王爷来了。参见王爷。都起来吧，无需多礼。今日老夫人寿宴，我特地带着玉儿前来蹭杯酒喝，还望老夫人不要觉得本王冒昧才是。岂敢岂敢，请。父王，你看是娘亲，你看是娘亲啊！娘，这些日子你都去哪儿了？我好想你呀！郡王爷，你是不是认错了？啊！娘亲，你能不能以后别再离开我了？儿子不想被说成有娘生没娘养的了。好，为娘再也不离开月儿了。娘，劳烦夫人带菊儿去转转，走走可好？免得她打扰老夫人寿宴。好，走。聊聊可好？祖母，孙儿先失陪。去吧，去吧。请。菊儿母亲去世之时，菊儿还在襁褓之中，并不记事，只是在画像上见过而已。你夫人与菊儿的母亲并无相似之处，可是为何菊儿会将她视为娘？或许这就是缘分吧。菊儿从小就没有感受过母爱，今日她这么说，本王的心中也很不是滋味。如果可以，我希望你夫人能够暂且将她认下，待过些时日，我慢慢与她细说，不知可否应允？自是可以。多谢。爹爹，你看，鱼。菊儿真棒，这鱼哪儿来的？我和娘亲在池塘里钓的，都是侯爷养的一些小玩意儿而已。郡王爷喜欢，就让他钓吧。对，就是些小玩意儿。那些小玩意儿
可都是侯爷精心饲养，好不容易养大的呀。娘亲，我们再去池塘里钓些鱼吧。我们不钓鱼了，咱们呀玩些别的，走。玩别的？宋晓哪里是带元爵玩，分明是借他之手毁我东西。本王也是很长时间没见菊儿这么开心了。哈，郡王爷开心就好，开心就好。我怎么听到磨牙的声音？木修，你在磨牙吗？没有啊，九王爷听错了吧？你在磨牙吗？没有就好。对了，今日寿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？我怎么看张大夫也过来了？哦，事情是这样的。娘亲，你真厉害，你画的这小丫丫真可爱。菊儿画的也很好看啊。小姐，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了！什么事情不得了了？奴婢刚刚听人说呀，九王爷做媒，把宋江许给齐大少爷做良妾了。真的，因为齐大公子还有那个傅离一直在说宋娇怎么好啊，怎么好的。九王爷听了甚是感动，说他们不做一家人，实在是人生一大憾事。既然傅离那么喜欢宋娇这个妹妹，便真的给她做妹妹去吧。九王爷，他人还挺好的。哎，小姐，咱们要不要去前面看看呀？走。夫人啊，你怎么来了？听说客人要走，便出来送送。妹妹，你的脸色怎么如此不好啊？难道是身体难受的更厉害了？齐少夫人，你素来与我妹妹交好，可知她这是怎么了？她怎么了？你不清楚吗？齐少夫人，不可对我娘亲无礼。娘亲，你别怕，有儿子在，没人能欺负得了你。少夫人，那人有口无心，若是有不对的地方，我代他向你赔罪。齐公子言重了。爹爹，娘亲，听说妹妹马上就要成为齐家的良妾了，恭喜啊！这有什么好恭喜的？父亲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是对九王爷做的大媒有什么不满？你可真是个孝女，大孝女啊！都是你教出来的好女儿。哼！小小，娇儿那样的脾气，怎么能去别人家做妾呢？你能不能跟九王爷说一下？娘亲，你怎么了，娘亲？侯爷，我这突然头晕的厉害。那夫人肯定是累了，我送你回去休息。紫娟，送一下宋夫人。是。宋晓这狗东西就是故意的，就是不想帮忙。请。哪里是过寿辰，简直是渡劫呀！一个一个的在饭桌上耍不尽的心眼。老夫人说的是，特别是那个齐少夫人，真是个拎不清的人。不过这下可好了，以后宋娇进门，他们可以好好的姐妹情深了。九王爷这是知道宋晓受了委屈，在给他出气呢。郡王爷一生娘，就直接给宋晓多了一个靠山，而且还是个大靠山。老夫人说的是。娇儿，你好，我不要去齐家做妾，我不要。我要去做妾的话，我这辈子在宋小面前我都抬不起头了。你现在知道抬不起头了，这事要怪就怪你自己。我不是再三交代过让你不要去国公府吗？你为什么还要去啊？是，怪我，都怪我。娘要是看着我去做妾的话，那我不如一头撞死在这儿了。你现在闹什么呀？啊！别拉他，他不是要撞墙吗？你就让他撞。老爷，
你这个丢人现眼的东西，在家里丢脸还不够，还要跑到外面去显摆。你还说人家宋晓没有脑子，人家再没脑子，人家现在是侯府夫人，你呢？你聪明的很呐，你怎么把自己做成妾了？父亲现在是嫌弃我了吗？你都成妾了，我还能不能嫌弃你吗？老爷，娇儿这件事是做错了，但就算是这样，你也不能这样说他呀。我该怎么说呀？啊？说他把自己做成个妾，给我们宋家光耀门楣了吗？老爷，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叫奴婢，你要怪就怪我，要罚就罚我。我只求老爷，你想想办法救救我们女儿吧。老爷，咱们从小到大捧在手心里教养着长大的女儿，可不能去别人家做妾呀，老爷。哎呀，行了，只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，我再力保救他一次。什么条件？你说。你我和离，我力保他不入齐家为妾。父亲，你说什么？宋娇为妾，还是你我和离？哼，你自己选一个吧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娇儿，你爹说的是气话是不是？父亲要说的不是气话呢？娘，你该怎么选？你说我该怎么选才是最好的？你不是最疼我这个女儿吗？那就应该什么都愿意为我去做呀。所以你要我跟你父亲和离啊？娘，你是要看着我去做妾吗？小姐，您终于醒了。九王爷又带着郡王爷过来了，这会九王爷正在和侯爷在院子里说话呢。出去看看。穆兄当真有趣啊！娘亲，你终于起来了。我不知道你来了，我要是知道的话，我早就过来了。没事没事，我也才刚过来不久。娘亲，我给你带了礼物。礼物？是。娘亲，给你。谢谢觉儿。哦，这是觉儿准备的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。不过既然是觉儿的一片心意，望少夫人不要嫌弃才是啊。九王爷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。嗨，觉儿说这是准备给穆少夫人的，不容许本王看。娘亲，你快打开来看看，喜不喜欢？觉儿真是有心了，谢谢你。娘亲，你喜欢不？喜欢不？这个，娘亲不喜欢吗？这可是爹爹平日最喜欢看的书，我看爹爹喜欢，也希望娘亲喜欢。娘亲不喜欢吗？我喜欢呀，我特别喜欢。真的吗？真的，尤其是侯爷，侯爷最喜欢看这种书了，对吧？对，爱看，英雄所见略同嘛。小王爷，没人尽力了，现在不止你一人丢人了。娘亲喜欢就好，之后我再送一些。府上这种书好多，爹爹最爱看了，你说对吧，爹爹？小孩子胡说八道的，穆兄穆夫人，你们不要当真啊！夫人，我们聊聊可好？好啊，那我们就聊聊。之前安堂的事，我在这儿诚恳地向夫人赔不是，还请夫人宽恕。至于安堂的事情，侯爷觉得你最不可饶恕的地方是什么？行事蛮横，品行不端，下流无耻，总之处处不得体。侯爷对自己反省的倒是挺深刻的，不过这些都不是我最不能忍受的地方，而是别的。别的？还请夫人明示。侯爷活太差，在床上不太行，这是我最难忍受的。对一个男人来说，你骂他流氓无耻，他一点不难受；
但是如果说他在床上活儿不好不行，那么他会相当的难受。那请夫人给我一次将功补过的机会可好？好啊，那就躺下吧。躺下？在这儿啊？躺下，让我强回来。怎么，侯爷不愿意？愿意，我自是愿意啊。那就走吧。夫人，你看，今天是我被强的黄道吉日，我要不要仔细的梳妆打扮一下？夫人，这怕是不太好吧？之前在安堂的时候，我可是跟侯爷说过，这样做并不好。可是侯爷并不以为然，一切都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。这现如今嘛，我也想要夫唱妇随，学着侯爷，凡事先以自己的心意为先。夫人准备的还真是齐全。这自然是因为你值得我劳心。现在我们开始吧。侯爷放心，我一定会轻轻的，绝不会弄痛侯爷的。娘亲，娘亲，你们在干什么呀？菊儿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梦到有人掐我，挺疼的，我就醒了。没事，来，娘亲带你回房间去。夫人放心，我哪儿都不去，我就在这儿乖乖等你回来继续抽我。侯爷，您还好吧？夫人她真动手了？不只是动手了，恐怕都动了杀心了。幸好侯爷提前做了准备，让属下掐醒郡王爷带到这里，不然我现在都已经皮开肉绽了。侯爷，往后怎么办？不能总掐醒郡王爷来解围吧？掐醒郡王爷，属下倒是下得去手，但是郡王爷不能总在这住吧？实在不行，我自言去谢罪吧。这侯爷，万万不可，万万不可啊！那要不然你代我受辱，你去自言一下。侯爷，咱俩必须切一个吗？宋家情况怎么样了？回侯爷，根据侍卫禀报，宋妍很是恼火，他给柳氏2个选择：一是宋娇老老实实去其家做妾，二是柳氏自请下堂。哼，那柳氏怎么选的？自然是让宋娇去做妾。倒是一点都不意外。是，毕竟宋娇去做妾，这媒是九王爷做的，他要是不去，那就是得罪九王爷。就算不是九王爷做的媒，柳家也不会自行下堂。侯爷说的对，柳氏还有一个儿子，如果他自请下堂，他就护不了他儿子。相比宋娇这个女儿，还是儿子比较重要。希望夫人听到这个消息后，会心情大好。没错，夫人心情好了，说不定愿意跟侯爷握手言和，而我这个下属也不用担心为主受过被切了。夫人，侯爷，属下自行告退。夫人，都说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，没想到这属下也是，遇到难处也是说飞就飞啊。侯爷跑得挺快呀。夫人，我刚才是深思了一下，我觉得对于我所犯下的这些罪过，
如果你只是打我几下，太便宜我了。哦，那侯爷有什么好的建议呢？我认为，我应该将侯府的所有财产都留给夫人，这样才能够弥补你受到的伤害。侯爷的意思是，你自行了断，让我守寡，然后继承家产？我只是想让你继承家产，并没有让你守寡呀。这样啊。但是呢，虽然不能自行了断，但是可以答应和夫人和离。和离？此话当真？自是真的。不过呢，要等我把侯府的财产一点一点的搬到夫人的小金库之后再和离，可好？哎呀，毕竟不能让夫人既失身于我，又失了财，这些就当做给夫人的补偿吧。夫人不信的话，我现在就可以写和离书，将我手中的地契全部过到夫人的名下。做什么？让夫人看清我的嘴脸。看清楚了，现在去写和离书吧。好。请夫人过目。可以。那夫人收好，等家产到手，随时可以离开。侯爷先休息吧，我就先走了。好，夫人慢走。藏哪儿好呢？盯紧夫人，看她把和离书藏在什么地方。然后呢？看准了，给我偷出来。这么看这本后干嘛？没什么。那书中说的斯文败类、人面兽心，说的就是侯爷这种人吧？可是在心里骂本侯。没有，绝对没有。属下是惊叹于侯爷的英明睿智。小心点儿，偷的时候别被他发现了。我可从未想过和他真的和离啊。为何啊？是因为夫人的力气比较大，打人比较疼吗？我去你！属下失言，请侯爷恕罪。快去！今儿早上你们宋府派人过来说，你父亲病了，希望你回去看看。父亲昨日还活蹦乱跳的，怎么突然就病了？这也太巧了。待善孝为先，回去看看吧。是，那我一会儿回去准备一下。去吧，去忙吧。孙媳告退。希望宋家这次别再糊涂，再出什么幺蛾子。娘亲，这就是你的娘家吗？是啊，这就是我娘家。那娘亲的父亲是不是要叫外公？不用，叫他宋大人就行。哎呀，大小姐回来了，郡王爷。我跟娘亲来走娘家。是，郡王爷请，快请。听闻父亲身体不适，现在怎么样？好些了吗？托你的福，已经好多了。郡王爷也跟着来了。他听说我要回娘家，很是好奇，便一起跟过来看看。宋大人。哎呦，不敢，郡王爷您坐，我叫丫鬟给您弄点点心过来呀。那就劳烦宋大人了。既然你已经过来了，今天就和你商量点事儿。这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爹爹有什么事情值得跟我商量一下？宋晓，
你少在这装腔作势，闭嘴！小小，你说这话可就是外道了。这一笔写不出2个宋字，你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咱们宋家的女儿，是一家人啊！啊，我竟然不知，我什么时候跟你们是一家人？宋晓，你不要在这阴阳怪气儿的，叫你来是商量事儿的，不是来吵架的。行吧，那你说吧。你跟他说。小小啊，你妹妹她无论如何都不能去齐家为妾，她若是做了妾室，你这当姐姐的脸上不是也不好看呀？不会啊，只要娇儿妹妹幸福就好，这脸面哪有妹妹的幸福重要呀？我就知道小小你这心里还是疼娇儿的。小小你看，你能不能跟九王爷说一声，让九王爷收回成命啊？我呀，我这在九王爷面前也说不上什么话。小小自谦了，你有的，只要你愿意跟九王爷开口，九王爷一定会答应的。只要九王爷应下了，我跟你父亲马上就把娇儿的婚事给定了，你看呢？行吧，我就跟九王爷说一下，这若是九王爷不应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哎呀，宋晓，不是让你和九王爷说一声，是让你一定把这事儿办妥。我竟不知我们宋家有这么大脸面，竟然连当朝九王爷也敢颐指气使。姐姐，咱们姐妹曾经是有一些磕绊过节，可毕竟咱们是血亲骨肉，这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，你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？你也知道我们有过节，你知道还敢来求我？啊，你若是不说，我也就不记得了。但是你现在既然说起了，让我知道我在九王爷面前是这么有面的人，我确实啊也该请九王爷收回成命，然后再把你嫁给连齐家都不如的人做妾。宋晓，你敢？我敢不敢？你试试看呢。我撕了你的嘴！老爷，九王爷和穆侯爷来了。姐姐，我知你从小就不喜欢我，你现在打我骂我，我都接受，可你也不能当着父亲母亲的面对我动手。他们要是知道你是这样对我这个妹妹，他们心里会难过，会伤心的。打？我什么时候打你了？你该不会是因为快要嫁到齐家，就高兴糊涂了吧？菊儿，我打他了吗？没有，娘亲一直在跟他好好说话，从没动手。菊儿真是个诚实的好孩子呀。那响亮的巴掌声在门外都听到了。宋晓这已经不是睁眼说瞎话了，是指鹿为马，颠倒黑白，还有袁瘸，竟然跟他狼狈为奸，团伙作案。好好的儿子好像被带坏了。宋晓，我这巴掌印还在这呢，你竟敢公然说谎！那你这意思是郡王爷在撒谎了？对，你是说我撒谎吗？突然发现自家儿子好像缺根弦，九王爷的心情肯定复杂。宋晓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利用郡王爷！你胡说，我娘亲才没利用我，就算利用我，我也愿意。父亲，你昨天说他长了一双死鱼眼，是真的，他真的长了一双死鱼眼。哎呀，他瞪大更明显了，真的跟鱼眼一模一样。娇儿，菊儿，过来。父亲，如若无事的话，我便带郡王爷回去了。走，赶紧走，再不走，我这条老命都得丢了。女儿告辞了。少夫人稍等。齐少夫人。侯爷，夫人，这打狗还要看主人。娇儿妹妹马上就是我们齐家的人，你这样欺负她，不只不顾念手足情谊，更是连亲情情谊也没念。
齐少夫人刚也说了，这马上才是，现在还不是。况且这连日子都没有定下来，那这宋江就还是我们宋家人，既是我宋府的女儿，还轮不到你在这里指手画脚。谁说日子没有定下来？我今日来就是为了这件事来。是吗？那这么好的日子是定在哪天？齐少夫人，这事儿不急，我们还是慢慢来，不急不急啊。宋夫人，这媒是九王爷定的，我们齐家很是欢喜，就盼着娇儿妹妹能早日入府。我们商量了一下，准备明日就迎娇儿妹妹入府。九王爷，宋娇这是和齐家一样，对这门亲事太过欢喜，人都昏了过去了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把人带下去，准备明日结婚的东西。老爷，快去呀！是。宋大人，你先忙，我就先走了。菊儿，随为父回府吧。宋大人，明日齐家就会派轿子来接宋二姑娘入府，请二姑娘做好准备。这门亲事是九王爷促成的，齐家不希望惹九王爷不高兴，也希望宋家能好好准备，别到时候惹了乱子，不好收场。还轮不到你们教。恭喜父亲，这又要当岳父了。宋娇为妾被人耻笑，你也是宋家女儿，这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我高兴呗。哎呀，夫人回一趟娘家，不仅岳父大人的病好了，连二姑娘的好日子都定下了。不得不说，夫人真是宋家的福星啊！你是在挤兑我吗？不是挤兑你，我这是在恭维夫人。我可没看出来。没看出来，那说明我做的还不够好，以后我多努力。有一件事，我得跟你说清楚，让你心里有个数。说吧。前些日子，木槿给柳月儿去了封信，要与她退亲，但柳月儿怀上了木槿的孩子，情绪很是激动。这与我有什么关系？跟夫人是没什么关系，就怕柳月儿不这么想。你的意思是？据侍卫禀报，这柳月儿从柳家跑了出去，现在不知所踪。我已经派人去找了，还没找到。这柳月儿性情冲动，若你不慎遇到了她，记得躲着点，千万不要跟她有正面冲突。我知道了。我还要去军营一趟，就先下去了。不同夫人一路回去了。侯爷自便。为夫还有一个不情之请，希望夫人能够答应。哦，说来听听。能否给为夫一些碎银子，让为夫傍个身啊？没有。夫人。侯爷，你看我这指甲如何？这个抓在身上肯定很疼。它不仅抓在身上疼，还能把脸抓花。侯爷要试试吗？不用了。小姐小心！柳月儿，你要干什么？快！少夫人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是！都别动！谁敢动，我就杀了他！表妹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宋晓，少给我装糊涂！木槿那个负心汉要跟我退亲，你不会不知道？这么大的事情，我怎么会知道呢？你还扯！木槿信里都说了，就是你威胁他的，跟他说，如果不跟我退亲，就让木修把他逐出家门。也许说出来你也不相信，但是我从未与木槿说过让他与你退亲的话。这确切的说，我都没跟他说过话。
我不信，肯定是你逼迫他的，不然就凭景哥哥对我的情谊，他哪里会这么对我？就是你为了报复我，威逼他的。求你不要伤害我家姑娘，我家小姐没有对三公子说过那些话。闭嘴！这哪里有你这个丫头说话的份儿？柳姑娘，这事儿一定有误会，你把剑先放下，咱们有话好好说。你放心，这件事侯府一定给你个交代。放屁！你一个管家能给我保证什么？走开！大奶奶，大奶奶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什么事儿这么惊慌啊？柳月儿把宋晓给劫持了，这会儿就在府门口，拿了把剑立在宋晓的脖子上，要取他性命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回大奶奶，千真万确。这会儿两人就在门口，那周管家拦都拦不住。柳月儿要杀了宋晓，那真是太好了，太好了呀！大奶奶，你这是何意？宋晓那个灾星，自他入门以来，我就没有一天顺心过。不但如此，他还害得我和景儿母子分离，让景儿有家不能回，在外吃苦受罪。如果他没了，那不就什么事儿都没了？大奶奶说的也是，可柳月儿杀了宋晓，她也讨不了好。那个没用的废话，我都跟他说了多少次了，让他好好用他的脑子想想办法，把宋晓给赶出去。可这都过了多久了，他才敢狗急跳墙的豁出去。不过这样也好，这么一来，他就没资格进侯府。可是他肚子里……闭嘴！景儿向来恪守规矩，没成亲之前根本就不可能碰柳月儿。柳月儿肚子里那孩子，指不定是外面哪个野男人的。大奶奶说的是老奴愚钝了。菩萨保佑啊！让老天爷赶紧把这两个女的都给收走吧！保佑保佑保佑！表妹，你一定要把手里的剑拿稳了，若是一不小心给刺歪了，让我侥幸逃脱，你可就得不偿失了。宋晓，我告诉你，我不是在吓唬你，我现在是认真的。不让我好过，你也绝对别想好过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所以我才会那么跟你说啊，说你刺歪了就戳不到我的致命伤了。宋晓，你脑子是被驴踢了，你就是个疯子。我确实是个疯子，不然我怎么会想到嫁给一个牌位呢？木槿，我知道你在哪儿，你赶紧出来！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！宋晓，你这是个卑鄙小人！除了胳膊，还有哪里伤着？没事，有我在，没事。宋晓，给我等着！就算你这次躲过去了，下次我绝对不会。把他带进侯府。是。侯爷，属下去请大夫过来。小姐，你是不是疼得很厉害？我还好，不怎么疼，倒是侯爷抱得不太舒服。抱得不舒服？侯爷，你要不让我自己下来走吧？不舒服也先忍着。大奶奶，大奶奶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是两个都死了，还是有死有残？两个没死也没残，只有宋晓胳膊受了点伤。柳月儿没成事，现在已经被周管家带着小厮拿下了。真是没用的东西，果然是废物一个。大奶奶，咱们也过去瞧瞧吧。老夫人已经去侯爷的院子，咱们不去怕是不妥。真糟心，该死的一个都不死。走，去木修的院子。小心点，都碰到伤口了。是，我一定小心。啊！说了让你小心，怎么还不小心？都碰上伤口了。侯爷，不碰到伤口，我怎么处理伤口啊？凭你的医术，不碰到伤口，应当能处理好。木修，你能先把嘴闭上吗？侯爷，您能先出去等着吗？我其实是特别敬佩张大夫的医术，
留下来跟张大夫学习学习啊。您继续。是。哎呀！哎呀，我这就午睡了一会儿的功夫，怎么就发生这么大的事儿了？小小，我可怜的弟妹，你出去拦着他，别让他进来好，免得影响张大夫给小小看伤。侯爷，我听说小小受伤了，他怎么样？我看看严重不？还好，还需静养，不便打扰。堂嫂，还是先回去吧。你说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？侯爷，那对于柳月儿这个毒妇，打算如何处置？还是麻烦堂嫂去柳家送下聘礼，让木槿3日后迎娶柳月儿。什么？穆修，你是不是脑子糊涂了？像柳月儿这种心思歹毒的女人，怎么能进我们侯府的大门？那依堂嫂之见，该如何是好？那自然是马上送往官府。像她这种公然在侯府门口劫持刺杀侯夫人，这一条砍了她的头都不为过。是吗？当然了，穆修，宋晓可是你的正妻，她现在被柳月儿这么欺负，我作为堂嫂我都看不下去了。你身为她的夫君，你怎能轻易的饶了柳月儿呢？你这样做，宋晓她该有多委屈啊！我并不觉得委屈啊。身上还有伤，怎么出来了？张大夫已经看了，那皮外伤不碍事的。堂嫂，我倒是十分赞同侯爷说的话，月儿表妹只是一时冲动，心底并不坏。况且她肚子里还怀着穆家的骨肉，咱们理应负起这个责任，让三公子迎娶柳月儿入侯府啊！他都差点要了你的性命了，这还不坏？表妹只是心直口快，我作为她的表姐，作为她肚子里未出生孩子的姨母，怎么可能会怪她？那也不行，不能让景儿。我已经让人把木槿接回来了，算算时间，应该也快到家了。堂嫂还是回去跟木槿商量一下。景儿快回来了。走。没见过权势这么糊涂的。柳月儿肚子里怀的是穆家的血脉，就这么把她处置了，外人该如何议论我们穆家？犯了律法的还讲究一个罪不及妻儿，他怎么敢一开口就要砍柳月儿的头？祖母说的是。不过像柳月儿这种脾性的人，嫁过来终究不合适。祖母放心，我自有对策。好，你好好照顾小小，我先回去了。是，祖母。走了。还有没有哪里不适？张大夫都说了，都是一些皮外伤，不碍事。夫人放心，这次的事我定为你讨回公道。那你打算怎么做啊？这柳月儿是穆景招惹来的，也是权势相中的。他们现在喜新厌旧，不想要了，想借我的手给处理掉。哼，他们是异想天开。所以你刚刚跟权势说准备聘礼迎娶柳月儿，是在故意膈应他？是膈应他，但也是为了侯府。毕竟，虽然今日柳月儿伤了你，但她怀的是穆景的骨血，直接处置必遭人诟病。但是，让柳月儿这种头脑不清的女人进侯府，绝无可能。可是你已经对外说了，会让柳月儿入侯府，现在又该如何把她拒之门外？咱们侯府重情重义，是会迎娶柳月儿，但是如果柳家觉得柳月儿品行不端，行事无状，配不上侯府，不让她进门，那咱们也不会勉强。柳家会不答应？在这官场之上，
我可是柳月儿父兄的上官，如果他们不识趣，敢让柳月儿上门，那我不介意以权势压人。啊，侯爷还真是处处都算计到了。也并不是处处都算计到了，比如夫人你，我如何？我就从未算计到我会对夫人一见倾心。夫人别下太大力，别扯着伤口。你说什么？木修要我娶柳月儿进门？是，娘跟你是一样的想法。如果娶了柳月儿那个蠢妇，那咱娘俩就真的成了京城里的笑话。可是木修态度强硬，咱们怎么办呢？我不愿意娶，他还能强绑我娶不成？三公子，侯爷派人过来，请您去书房一趟。正好，我也想见见他。等下，还有什么事儿？柳月儿腹中那个孩子是你的吗？是我的，不过就算是我的，我也不会娶她。她肚子里的孩子，我更是不稀罕。就她那个蠢妇，生出来的孩子能聪明到哪儿去？可是，娘，你放心，就凭咱们侯府这地位，在京城中想嫁给我生儿子的豪门贵女多的是。是柳月儿太蠢，不是锦儿太狠，你说对不对？对对对，这事儿怨不得三公子。叔父，把东西给他。是。什么东西？你给我吃的什么？不用害怕，不会要你的命，只是让你不能行事，等同太监。木修，我是你的亲侄儿，你就这样对我？你该庆幸你是我的亲侄儿，不然就不是软阉割了。你，我现在给你2个选择，一个是一辈子当个太监，第二，与柳家失联之后，即刻启程去边境，在边境上给我闯出一点成绩来，我再派人把你接回来。我不选，我都不选。那看来你是不打算要解药了。既然如此，把他关起来，什么时候想选择了，什么时候再说。是。木修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你放开！侯爷，三公子关起来了，全夫人的院子也已派人守着。侯爷，属下有个问题，不知道当问不当问。那就别问了。属下还是问问。侯爷，您把三公子派到边境那么远，是真的想锻炼他，还是纯粹看他不顺眼？你觉得呢？属下猜就是纯粹看他不顺眼。因为夫人喜欢过三公子，只是侯爷狠不下心怪夫人，只能可劲儿收拾三公子。恭喜你，猜对了，去领罚吧。啊，是，属下这就去。放猜主子的心思，这就是大不敬，自然该罚。夫人，虽然你先前眼开，但是不知为何，我一见到你就满心欢喜。夫人，你何时才能原谅我初见时的失礼？察觉我此刻的真心。你何时才能原谅我初见时的失礼？察觉我此刻的真心相待呢？
弥补，感觉得到。而我对他的芥蒂好像也在一点一点的消散。小姐，你醒了，伤口还疼不疼？肚子饿不饿？还好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侯爷去上朝了，他走之前再三的吩咐奴婢，一定要照顾好您。是吗？这次小姐受伤，侯爷可担心坏了。奴婢能看出来，他是真的在乎您。哎，对了，侯爷在您走之前啊，再三的嘱咐奴婢，一定要把这个交给您，说您见到他，病能好了一大半。什么东西能让我病好一大半？这是真的吗？哎，小姐，小心牙。是真的。侯爷送的，难道还有假？夫人，你醒了吗？小姐，好像是丁嬷嬷，奴婢去迎一下她。夫人，您好些了吗？已经好多了。那可太好了。嬷嬷，可是有什么话要说？是这样的，您受伤的事情，太后她老人家知道了。太后担心您跟侯爷身边缺人照顾，就让富家三小姐，也就是傅离的庶妹过来了。这所谓的照顾，是以什么名义啊？太后赐她为良妾。那是一件喜事啊！侯爷多了位妾，我多了位妹妹。是。傅姑娘，请坐。老夫人，您叫我莹儿就好。我是太后赐给侯爷的妾室，以后就是穆家的人了。还希望老夫人能够多多指点，教导莹儿。好，你先坐吧。是。奴婢给夫人请安。婢妾莹儿给姐姐请安，姐姐万福。妹妹快起来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不必行此虚礼。谢姐姐。一直都听说傅莹妹妹秀外慧中，善解人意，温柔体贴，没曾想日后真的会成为一家人。太后她老人家还是心疼我和侯爷的。姐姐过誉了，婢妾愧不敢当。有什么不敢当的？我说的是实话。祖母，那我就先带傅莹妹妹回我和侯爷院里，先熟悉熟悉环境，再顺便给她布置下房间。好，去吧。走吧，妹妹。太后赐予的良妾，宋晓欢欢喜喜的应下，做的是极好的。老夫人说的是，少夫人是知道轻重的。她是个懂事的，但是不是太过欢喜了点儿？看她笑的，感觉这妾室不是给穆修纳的，而是给她纳的。侯爷，三公子熬不住了，已经吐口说要去边境了。看来比起去边境冒险，成为太监才最可怕。侯爷，您可是在为傅莹的事儿心烦？侯爷，您不必担心，夫人很聪明，知道轻重，她不会因为这件事跟您闹的。我倒希望她跟我闹腾。属下愚钝，不太明白。如果你有一块稀世珍宝，有人窥玉，有人来抢，你会不会因此着急上火？会。所以，但凡自己珍贵的东西，都舍不得分给别人，除非他不在乎。侯爷，你回来了。侯爷，这太后娘娘赐傅莹给你为良妾的事情，想必你应该知道了吧？
那真是恭喜侯爷，贺喜侯爷。哎，同喜同喜，恭喜夫人多了一个妹妹。确实是同喜。那侯爷要不要去见见傅妹妹？不必了，本侯今天有些乏了。啊，既然侯爷累了，不太方便见傅妹妹，那不如让妹妹过来吧。紫鹃，去把傅姨娘给请过来。是。看来对侯爷这玩意儿，夫人是真的不在乎啊。夫人还真是宽厚又大度啊。侯爷不就是喜欢我这一点吗？夫人这笑脸，这姿态，倒是让我想起一个人来。谁？怡红院的老鸨。我要是老鸨，你就是龟公。少编排本侯，我听得见。我有妾室，夫人很高兴吗？侯爷这话问的，这是件喜事，我不该高兴吗？而且这傅姨娘长相乖巧，性格温婉，这看着就喜欢。怎么？没什么，只是遗憾吧。当初你伤的为什么是胳膊而不是嘴？侯爷，侯爷，小姐，傅姨娘来了。婢妾给侯爷请安，给姐姐请安。妹妹起来吧。谢姐姐。那侯爷和妹妹就先聊着。刚刚九王爷派人传话说，菊儿就快到了，我去门口迎迎她。哎，啊，夫人还是留下吧。侯爷，这是想要三人行吗？什么？若是侯爷有这想法，请恕妾身做不到。夫人多虑了，为夫绝对不会有这种荒唐又荒谬的想法。那侯爷这话意思是说我荒唐又荒谬了？姐姐您别生气，侯爷他绝对没有挤兑您的意思，姐姐您别多心。如果姐姐不愿意见到我，我马上就离开。姐姐不要为难侯爷。好一个贱人，竟然给阴阳小姐耍这种小心眼！他刚才还说让小姐不要多心，不要为难侯爷，这不是在暗指小姐狭隘且不尊侯爷吗？真是个小贱人！侯爷，你看看这傅姨娘对您多有心，她说的这些话都把我给感动了，我感动的都快哭了。我先去外面哭会儿。侯爷，婢妾是不是说错话了，惹姐姐不高兴了？没有，你说的很好。真的吗？对，起来吧。谢侯爷。侯爷在外忙了一天，一定累了吧？婢妾给你捏捏肩，可好？哎，今夜洞房花烛，有的是时间，请傅姨娘先回去歇息。是，婢妾一定早早的准备好，恭候侯爷。佛祖，交给你一件事，你亲自去做。侯爷您吩咐。你今天晚上。侯爷放心，属下一定完成任务。看来太后对我很是不满了，都开始无所不用其极了，连送个妾过来膈应人的事都能做得出来。小姐真好看，侯爷看了可移不开眼了。你说以我这样的样貌，比宋小比起来，谁更好一点？这还用说吗？自然是小姐你。那宋小尖嘴猴腮的，一脸刻薄短命相，哪里像小姐满脸的福相，所以才会被太后娘娘一眼相中。你呀，就你嘴甜。奴才给侯爷请安。侯爷来了，快看看我有什么不妥。没有没有，小姐处处都好看的紧，咱们赶紧去迎侯爷吧，别让侯爷久等了。娘亲，你看我画的小鸡好不好看？
好看，像真的一样。那我再画几个。怎么了？有事就说。小姐，奴婢刚才看到侯爷去副营务里。那这是好事儿。副营是太后赏赐的，侯爷若是不去的话，岂不是跟太后对着干？话是这样说没错，可是奴婢看到副营那阴阳怪气、故作柔弱的样子就来气。子娟，慎言。是，奴婢知错，奴婢失言了。夫人，小的有事禀报。把他带进来。什么事啊？侯爷请您去一趟傅姨娘的院子。我去那儿做什么？是不是那贱蹄子又想对小姐做什么呀？回夫人，侯爷只吩咐小的请您过去，别的没说。好吧，姐儿，要不要出去转转？要。夫君，我没有啊。不用喊夫君，还是喊侯爷吧。是侯爷。侯爷，傅姨娘，你们这是在做什么？哇，娘亲，他好丑。子娟，傅姨娘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变成现在这样，你不是最清楚的吗？这屋里的东西都是姐姐你布置，本来还好好的，用了这个屋里的东西，就变成了现在这样。我知道姐姐想要独占侯爷，不想让我分得侯爷的宠爱。作为女人，我也能理解。可你用这种下作的手段毁我容颜，也未免太过歹毒些吧？不管怎么样，我都是太后赐给侯爷的人，你这样做不只是在羞辱我，更是对太后不敬。傅姨娘，这其中怕是有什么误会吧？误会？我都已经成这样了，你还在狡辩什么？你确实是误会了。侯爷，侯爷，这屋里的东西都是我让人给布置的。你莫不是在怀疑本侯蓄意谋害你？不是，侯爷，婢妾没有那个意思。还是赶紧找个大夫给你瞧瞧吧。头疼，夫人，快扶我回去休息。好。侯爷，您现在这个时候不是应该留下来安抚傅姨娘吗？本侯已心有所属，没有心思安慰别的女人。她怎么能算是别的女人？她可是你的姨娘啊！小没良心的。夫人，你睡了吗？夫人，我知道你对安堂的事心有芥蒂，对我不喜，想与我和离。但咱们现在不谈感情，只谈利弊。侯府对目前的你来说，是一个最好的容身之所，在这里，起码能保你衣食无忧，身心安逸。我不会逼你做任何事，怎么也不会。即使你之后不愿再与我有夫妻之实，不愿意生孩子，我都能接受。你睡吧，我去处理点事情。还有傅莹的事，你不必担心，他不会在侯府里太久。穆修说的不错，我跟宋家几乎已经决裂了，回不去了。侯府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容身之所，而穆修经过了这些日子的相处，他确实有错，
但并不是不堪，相反，他比这世上许多男人都强。只是，希望我跟木修也能来日方长吧。表嫂，我未打招呼便过来了，还望表嫂不要觉得冒昧。弟妹说的哪里话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你来了，我很高兴。听表嫂这样说，我就放心了。我今日来呢，其实是想说说有关宋姨娘的事儿。宋姨娘？你说宋娇？是，宋姨娘呢，昨日已经入府了，请表嫂放心。我呢，对娇儿妹妹甚是喜欢，我一定会好好待她，不让她受一点委屈。弟妹向来温柔宽厚，我自然是放心的。不过这宋娇虽然是我妹妹，如今也是表弟的姨娘，是齐府的人。我呀，自然是不会参与表弟屋内的事，所以弟妹不与我说也无妨。表嫂说的是，倒显得我冒昧。夫人，傅姨娘来请安了。这傅姨娘脸上还带着痘痘，这要是过来了，让傅离看到，不知道又会说什么难听的话。小姐，为免打搅您和齐少夫人说话，这一下便先让齐姨娘先回去吧，稍后再来请安。不用，今日我刚好在，我也想见见我的庶妹妹。表嫂，请她进来吧。既然弟妹想见，紫娟，请傅姨娘进来。是。我那庶妹妹啊，自小乖巧懂事，她来这儿一定不会给表嫂添堵。表嫂也自来宽厚，想来一定不会亏待莹儿的。这是自然。碧琪，给夫人请安。傅姨娘不必多礼，快起来吧。谢姐姐。莹儿，你的脸怎么了？是我自己挠的。挠的怎么会成这样？表嫂，我家莹儿在家里还好好的，来了侯府第一天，怎么脸就成了这个样？表嫂，你最好给我一个交代。我刚刚还说对你和表弟屋内的人和事并不掺和，可是弟妹却对我和侯爷府里的人和事如此的感兴趣。我跟表嫂不一样，莹儿虽然已经出嫁了，但她依然是我的妹妹，我关心在乎，这是应该的，不似表嫂对宋娇毫不顾虑。我们莹儿乃是太后赐予侯爷，她来这侯府第一天却变成这般模样，太后娘娘若是知道，应该也会对表嫂要个交代。弟妹说的在理，那既然如此，我便给你个说法。这上面的东西，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大可以去找你的母亲求证一下。如若问完之后，弟妹还想要一个交代，我便让王爷查明所有的真相，届时给你一个交代。宋晓，威胁我？就是威胁你。好，咱们走着瞧。傅姨娘如果觉得委屈，便可以跟着你姐姐一起回傅家诉说一声。可是婢妾想送一送姐姐，还请姐姐成全。去吧。小姐，那封信里有什么呀？傅离脸色都变了。那是侯爷今天早上留下来的，上面写的是傅夫人给傅莹下了绝子散一事。这事要是传出去，她脸上更没光。侯爷想的真是周全，早早就想到了有人要借傅离之手给我们小姐添堵，不似其他人总是恨不得呀宠妾灭妻，帮着那些妾室欺负佳妻。是啊，他有时候的确挺好的。好了，不说了，紫娟，你去准备一下。今天是我母亲的忌日，我打算好好祭拜一下。好。
把你的脏手给我从身上拿下去！小姐，我们也是奉命办事儿，请你不要为难我们。小姐，是柳月儿，还有柳家那2个老嬷嬷。不用管他们，我们继续走。是。表妹，请你救我一次好吗？我爹和我娘都疯了，他们说什么也不同意我嫁到侯府，要把我送去庄子上。我不能去，我就全毁了。既然是舅父舅母让你做的，我这个做晚辈的实在是不好干预。天色不早了，你们还是赶紧将他送回去。若是路上因为什么事耽搁，你们可担不了这个责。是，马上将他带走。宋晓，这次不救，会有报应的。宋晓，走上！保护小姐，保护小姐！来得好，来得好！老天开眼了，宋晓，报应来了！你们是什么人？你们要做什么？你要敢动我们小姐一分，我们家侯爷不会放过你们的！哼，是吗？那就让我们瞧瞧穆侯是怎么不会让我们过得去的！给我上！小姐，你别担心，只要有奴婢在，奴婢不会让别人伤你一分的。侯爷回来了。小心子君！小姐，你别怪奴婢，奴婢也是被逼无奈。哼，你怎么样？吃信！侯爷！告诉府里人，我是意外受伤。是，属下明白。夫人，现在算不算将功赎罪？不行，不行！老夫人，侯爷和夫人既然天相，一定会风行化吉，不会有事的啊！只要秀儿和小小平安无事，我愿用我一生的寿命跟侯府的一切去换呢。我的孙子和孙媳他们怎么样了？不敢欺瞒老夫人，夫人伤得不轻，但未伤及要害，只是侯爷伤及要害，很是凶险。微臣也不敢向你保证什么。老夫人，老夫人，老夫人放心，微臣一定竭尽全力挽救侯爷性命。好，一切就拜托张大夫了。老夫人，使不得，使不得呀！侯爷有您这样的祖母牵挂，一定会转危为安的。活该，活该，那都是活该！让他们这么欺负锦儿，这就是他们作恶的报应。你说，如果穆修死了，那这个侯府不就直接是锦儿的了？大奶奶，小心隔墙有耳。怕什么？老太婆现在全部心思都在穆修那儿了，哪有心思管我这里？我在想，如果穆修就这么死了，那白发人送黑发人，老太婆10有89也就这么过去了。那个时候，整个侯府就都是我和锦儿的了。我的老天爷呀，亡了这么多年，我终于是熬出头来了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我得赶紧去菩萨跟前好好祷告祷告。如果这次我能够心想事成，我一定给他重塑金身。夫人，你可醒了？你感觉怎么样啊？可还难受的厉害？不修呢？他怎么样了？侯爷他还没醒呢。他现在在哪儿？他就在里间。我过去。夫人，慢些。怎么瘦成这个样子？以后慢慢养，一定能养回来。紫娟呢？回夫人，她已被关了起来。为什么这么做，已经给我交代了。她说，是因为继母威胁她这么做的。因为柳氏
给他下了毒。我这么做就别想拿到解药，是吗？可真是糊涂，赶上夫人和侯爷，就算是他真的得到解药，也没那个命吃了。嬷嬷，你先出去吧，我想跟他说会儿话。好。木修，你糊涂了。你之前那么聪明一个人，怎么当时就乱了分寸？是因为关心则乱吗？我真的值得你这么做吗？你上次说我没良心，其实不对。如果我真的没良心就好了。至少现在不会心痛，也不会有所遗憾。早知今日，我一定早早放下心情，和你好好的过日子，就不至于弄成今天这样的局面。木香，你醒过来好不好？宋晓，有些话我过去不曾跟你说过，但是现在我觉得还是让你知道的好。祖母，您请说。木秀是武家，有时候是要上战场的。木秀曾对我说，如果将来有一日他再奔赴战场，若能荣誉归来，自然是最好。如果有一天战死沙场，他说让我给你一纸和离书，收你为孙女，这样你可以再嫁，而侯府还是你的倚仗。祖母，一辈子那么长，他最盼望的是你的喜乐安康，让你为他守寡，他不忍也不愿。如果这次木秀有个后代的话，你……祖母，他会醒过来的。就算他没有，我也还是他的妻。反正这辈子都是死，生是如此，死亦是。小小，能遇上他，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。老夫人，怎么了？老奴刚才去给侯爷送水，看到看到什么了？可是秀儿醒了吗？不是，是看到少夫人那么年轻，头上竟然有白发了。夫君，已经30天了，你准备什么时候醒过来？30天不吃不喝，你已经变丑了。男人变丑也会不值钱的，所以你什么时候醒？你要是再不醒，我可就变心了。夫君，这京城装那么多好儿郎，你说我改嫁给谁好？哪个能比为父好？这是梦吗？这不是梦。木修，头发怎么白了？大概是因为想你。白首不相离，是吗？白首不相离。张大夫说，已经找到了白发变黑的秘方，等他配好药送过来。不喝药也没关系，夫君的病好了，我这几根白发也会渐渐变黑的。什么时候才能变黑啊？看着心疼。怎么了？
之前夫君心疼的时候，可是会掉银子出来的，怎么这一次不见掉了呢？唉，家产都给你了，为何想掉都没得掉？哼！不过你放心，等过几日，我去抄个奸臣的家。侯爷，怎么了？紫娟和柳氏都死了，两个人在死牢被关在一起，相互折磨了1个月，终于熬不住。挺好，还有柳月儿呢，她在安堂怎么样？她腹中的孩子没了，她在庙中这1个月，为了回京，整天寻死觅活，为了让柳氏心软，让三公子怜惜，做到最后把自己孩子做没了，还落下了病。听大夫说，她恐怕以后都难以孕育子嗣。挺好。还有少夫人，还有三公子，手下已经派人将他们送回老宅，已经派人严加看守，以后他俩怕是回不了京了。天道轮回，各有各的因果，他们现在是自食恶果，不冤。侯爷说的对。那宋娇呢？柳氏没了，他就没了靠山，没有人给他出谋划策，也没有人为他盘算。他现在在齐家怎么样？回夫人，据属下所知，那个口口声声把她当亲妹妹的齐少夫人，现在最喜欢的就是给她立规矩，折磨她。恐怕她以后的日子应该不太好过。那我与这齐少夫人相比起来，我还是蛮贤惠的嘛。我可是从来没有错谋过侯爷的姨娘。说到这傅姨娘在庄子上养病，养得怎么样了？什么时候能够回来继续伺候侯爷？你少欺为父。夫人，傅姨娘怕是回不来了。为何？傅姨娘在养病期间，在附近出墙了。啊！这侯爷绿了。我绿了，总比你头发白了好。行了，现在去祖母那儿。祖母说她去观音山算了一卦，我们俩这辈子能有2儿2女。只有2儿2女吗？我怎么算？我有3儿3女，难道我还会再嫁？放屁！你凶我！啊！